這裡是哈魯阿贊王國，今晚有一場特殊的盛宴，各國權貴齊聚一堂，只為了見識傳聞中的絕世美貌。在一片讚嘆聲中，國王最寵愛的寶貝終於現身。他甚至炫耀說，從沒見過這麼完美的漂亮人偶，簡直就像活過來一樣。可大家不知道的是，這位被當成展品的人，正是蒂奧妮公主。她就那樣靜靜站着，任由無數貪婪的目光打量，仿佛真的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精致玩偶。誰能想到，眼前這個風度翩翩的費因茨國王，竟然是毀掉蒂奧妮家鄉的惡魔。曾經的奧特拉塔公國雖然不大，但日子過得平靜又幸福。可就因為領地裡發現了稀有礦石，這個男人就帶兵踏平了一切，戰火燒毀了家園。蒂奧妮的父母也因此丟了性命。原本他也難逃一死，可就在屠刀落下的那一刻，費因茨卻突然停了手。他盯着蒂奧妮的眼睛說，這雙眼睛清澈的像鏡子一樣，他非常滿意。就這樣，蒂奧妮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卻也從此淪為仇人手中的一件精致玩偶。費因茨國王笑着提出了一個殘忍的交易，他要蒂奧妮放棄尊嚴，徹底變成他的人偶。只要答應這個要求，他就能保證那些幸存子民的性命。面對滅國的威脅，蒂奧妮根本沒有選擇，他低下了頭，答應了這樁喪心病狂的買賣。從此，她不再是高貴的公主，而是費因茨最得意的私有物。每當出現在公眾面前，她都要扮演一個完美的活人偶，用來向各國炫耀哈魯阿贊的強大。只要能保住家鄉人的命，哪怕從此失去靈魂，她也只能認了。為了維持完美的姿態，蒂奧妮每天都要接受殘酷的訓練。麗娜拿着長桿在一旁嚴厲監督，不許亂動，背必須挺直，甚至連呼吸都要小心翼翼。這種高強度的折磨在蒂奧妮背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傷痕，可她不能喊疼，更不能有任何反抗，因為在這個房間裡，她只是一個正在被精雕細琢的物件。就在這時，費因茨國王推門而入，他看着眼前這一幕，臉上沒有一絲憐憫，反而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在他眼裡，這些傷痕根本不算什麼。他甚至冷冰冰地提醒蒂奧妮，情緒這種多餘的東西只會破壞她的美感。只要能維持這副完美的皮囊，哪怕內心已經千瘡百孔，對他來說，這依然是一件最成功的作品。費因茨國王托起蒂奧妮的臉，語氣裡滿是令人膽寒的自戀。他說，這雙眼睛比世上任何鏡子都要清晰，能完美映照出她的英姿。他甚至像檢查貨物一樣，仔細盯着蒂奧妮的臉，警告她不許留下任何劃痕，因為在他眼裡，蒂奧妮只是一個襯托他光芒的物件。面對這個殺害父母的仇人，蒂奧妮只能卑微的順從，哪怕胸口疼得快要窒息，她也必須維持那副完美無瑕的模樣。這種無力感比死亡更讓人絕望。明明仇人就在眼前，她卻什麼也做不了。為了家鄉的子民，蒂奧妮告訴自己，一定要帶着驕傲忍下去，哪怕現在的身份再卑微，這也是她必須背負的責任。在花園散步的時候，她突然注意到樹枝上有動靜，原來是一隻被困住的小鳥。看着她掙扎的樣子，蒂奧妮仿佛看到了自己。他沒有任何猶豫，立刻伸手去解救這個小生命。雖然過程有些費勁，但好在最後小鳥平安脫困了。看着小鳥飛向高空，蒂奧妮輕聲呢喃着，希望它能帶着自己的那份向往，自由自在地活下去。可他還沒來得及高興，就發現臉上多了一道血痕。這下麻煩大了，費因茨國王才剛剛警告過，絕對不許在臉上留下任何痕跡。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費因茨國王冷冰冰地宣布，蒂奧妮已經沒用了，他要被徹底拋棄。蒂奧妮整個人都僵住了，他卑微地詢問原因，得到的回答卻荒謬得令人髮指，僅僅是因為他臉上那道細小的劃痕。在費因茨眼裡，有瑕疵的物件根本不配佩戴這個王國的珍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身體上有多少傷痕都無所謂，只要能用衣服遮住就行，但臉絕對不能髒了他的眼。這種冷血的邏輯讓蒂奧妮徹底墜入深淵。他意識到自己即將面臨死亡的審判，他絕望地跪在地上哀求，不求自己能活命，只求國王能大發慈悲，放過他家鄉那些無辜的子民。可面對一個已經失去價值的工具，這個暴君真的會收手嗎？蒂奧妮卑微地哀求着，他說只要能繼續效勞，哪怕再苦再累的差事，他都願意接受。可費因茨國王只是冷笑着，在他眼裡，蒂奧妮弄傷了自己的臉，就是對他審美的一種背叛。他語氣輕鬆地宣布了決定，要把蒂奧妮賜給森林裡的獸人。既然是已經損壞的人偶，就不配再留在華麗的宮殿裡，只配去當野蠻人的玩物。聽到這個消息，蒂奧妮整個人都掉進了冰窟窿。那些傳聞中的獸人生性殘暴，甚至還會生吞活剝獵物，僅僅因為臉上一道劃痕，他就要被推向那種地獄。而那個暴君竟然還在擔心自己去送人時會不會沾上野獸的臭味。這一刻，蒂奧妮徹底失去了希望。馬車在荒涼的路上劇烈顛簸，蜷縮在角落裡的蒂奧妮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與其去給野蠻人當玩物，不如現在就咬舌自盡。費因茨國王那輕蔑的笑臉不斷在腦海中浮現，那個暴君甚至嘲諷他，說他這種自我犧牲的戲碼演得還挺帶勁。可就在這一刻，蒂奧妮突然清醒了，他絕不能就這樣認輸。如果他現在放棄了生命，那把殘忍的屠刀就會立刻揮向他家鄉的子民。為了那些無辜的人，他必須活下去，哪怕前方是萬丈深淵。馬車緩緩停在了巨大的城門前，守衛的呵斥聲打破了寂靜。這裡就是傳聞中那個恐怖的獸人王國。隨從卑微地向守衛解釋，說是奉了國王的命令，特意來送上一份有益的信物。而這份所謂的信物，就是被關在車廂裡前途未卜的蒂奧妮。所謂的友誼，在獸人之王佐加諾眼裡，不過是個虛偽的笑話。他邁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前，語氣裡滿是不屑。他當眾宣布收下了這份禮物，並讓使者滾回去
轉達謝意。那充滿壓迫感的聲音讓躲在暗處的蒂奧妮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窒息。還沒等他反應過來，他就像一件廉價的貨物，被粗暴地扔進麻袋。隨着馬車離去的聲音消失，蒂奧妮意識到自己成了這片蠻荒之地唯一的一個人類。而佐加諾看着這個麻袋，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不過是那個暴君扔掉的垃圾。可為了不挑起戰爭，他只能暫時收下這個麻煩。佐加諾緩緩拔出了長劍，冰冷的鋒刃在昏暗中閃着寒光。他已經察覺到了，麻袋裡裝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語氣冰冷地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不乖乖出來，這一劍下去可就沒命了。躲在麻袋裡的蒂奧妮聽着外面死神般的腳步聲，腦海中卻閃過了無數畫面。曾經的他一直像個精緻的玩偶，任由那些權貴擺布和羞辱。如果注定要成為玩物，他可以接受這種命運，但有一件事他絕對不会再做了，那就是向费因茨国王低頭。那個暴君想看他崩溃求饒，想看他徹底毀滅，但這一次他絕對不會如願以償。蒂奧妮眼神裡的恐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堅定。蒂奧妮深吸一口氣，主動從麻袋裡伸出了手，她大声回應着外面的威脅，決定以公主的身份體面地面對這一切。隨着麻袋緩緩滑落，銀髮藍眼的蒂奧妮出現在這一片肅殺的氣氛中，她強撐着最後的一絲高傲，宣稱自己是代表友誼的貢品，請求這位獸王接納自己。佐加諾冷哼一聲，緩緩摘下了臉上的面罩，那雙金色的樹瞳死死盯着他，仿佛在看一個自投羅網的獵物。貢品這兩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帶着一種讓人膽寒的嘲諷。蒂奧妮徹底愣住了，眼前這個男人有着如山巒般厚實的胸膛和那股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霸氣，這就是傳聞中那個殘暴冷酷的野蠻人之王佐加諾。面对這個掌控生死的男人，蒂奧妮知道他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守衛在一旁低聲請示：陛下，這個來路不明的女人真的要帶回國嗎？畢竟讓外人進入領地實在是太冒險了。蒂奧妮一句話也不敢說，只能靜靜等待審判。既然是鄰國送來的禮物，佐加諾冷冷地開口：看來我們沒得選，只能收下了。他走上前，語氣裡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我是佐加諾，這片兽人土地的統治者。接着他盯着眼前的女人：你叫什麼名字？蒂奧妮緩緩站起身，直視着這位傳聞中的暴君：我叫蒂奧妮。這就是傳聞中身體裡藏着野獸的野蠻之王嗎？近距離看着這個男人，那種壓迫感確實讓人透不過氣。但蒂奧妮在心裡告訴自己，無論接下來的路有多難，他都絕不會認輸。這裡就是獸人王國格威，一個完全陌生且危險的世界。隨着沉重的腳步聲，他跟着佐加諾走進了宮殿深處，這一步踏出，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眼前的宏偉建築讓蒂奧妮一時間看慌了神。佐加諾叫來了親信內莎，指着身後的女人介紹說：這是蒂奧妮，是鄰國送來的貴客。他特意囑咐內莎一定要用最高的規格好好招待她。就在蒂奧妮以為能鬆口氣時，佐加諾卻突然停下腳步，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輕哼。他毫無徵兆地湊近，那雙金色的眼睛死死盯着蒂奧妮的臉頰。娜莎，去處理一下他臉上的傷。他並沒有多問什麼，只是冷冷地丟下一句話：剩下的事以後再說。你現在先去把自己洗乾淨。面对這個男人的命令，蒂奧妮沒有反抗，只是低聲應了一句。他被帶到了華麗的浴池，四周安靜得有些詭異。雖然暫時脫離了那個男人的視線，但他心裡清楚，等洗去這一身塵土，真正的審判才要開始。看着鏡子裡華麗的禮服，蒂奧妮有些不敢相信，這哪像是給奴隸穿的衣服。娜莎在門外輕聲提醒：換好衣服就請跟他走，語氣裡透着一種客氣。這種反常的待遇反而讓蒂奧妮心裡更沒底了。也許是因為種族不同，他根本猜不透這些獸人在想什麼。這種未知的恐懼比直接的折磨更讓他不安。娜莎端着藥盤走過來，示意蒂奧妮先坐下，語氣雖然平靜，卻讓氣氛變得有些壓抑。看着對方伸過來的手，蒂奧妮下意識地往後縮，緊張地問他到底想幹什麼。娜莎並沒有停下動作，只是淡淡的解釋說：別亂動，我只是要幫你處理傷口。她特意強調了一句：這都是陛下的意思。傷口處理好之後，娜莎交代了幾句就先離開了，留下蒂奧妮一個人在房間裡等着。看着鏡子裡煥然一新的自己，她心裡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又是洗澡換衣服，又是專門找人來給她上藥，這些待遇好的實在太過分了，根本不像是對待一個戰俘。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佐加諾為什麼要做到這一步？那個男人費了這麼大勁，到底想從他身上得到什麼？大門緩緩推開，蒂奧妮被帶到了佐加諾面前。這個男人坐在高處，金色的眼睛裡看不出任何情緒。蒂奧妮低聲致謝，感謝他剛才給出的那些恩典，但他心裡很清楚，現在自己的命就在對方手裡握着，每說一句話都得慎之又慎。佐加諾顯然沒耐心聽這些客套話，他直接切入了正題，問了一個讓蒂奧妮無法回避的問題：既然你是尊貴的王後，那為什麼會被人塞進麻袋裡，像個貨物一樣丟到我的地盤上來？蒂奧妮低聲說出了真相，她其實是一個王國的公主。原本那個國王很看重她的美貌，可自從她臉上留下了這道傷疤，對方就覺得她沒用了，她就像個垃圾一樣被甩掉，被當成廉價的贡品送到了這裡。聽完這些，佐加諾半天沒有說話，這種死一般的寂靜讓蒂奧妮心裡越來越沒底，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說錯了話。過了好一會兒，佐加諾才終於開口說他已經了解了情況，他決定暫時讓蒂奧妮以客人的身份留下，至於以後到底要怎麼處置他，現在
還沒個定論。蒂奧尼低頭謝恩，表面上說把命交到了對方手裡，可他心裡很清楚，雖然暫時不用死，但絕對不能放鬆警惕。這個男人留着他的命，肯定還有別的目的。就在這時，娜莎進來通報說晚宴已經準備好了。佐加諾隨口下令，讓人把蒂奧尼也帶過去。一想到要和一群獸人共进晚餐，蒂奧尼心裡就一陣發虛。此時的宴會廳裡，到處都是碰杯聲和歡呼聲。娜莎客氣地領着蒂奧尼入座，說食物馬上就送上來。可等盤子一端上來，蒂奧尼整個人都僵住了。那竟然是一塊塊血淋淋的生肉，原來傳聞都是真的，這些獸人真的直接生啃鮮肉。看着周圍的人大口撕咬，那股刺鼻的血腥味撲面而來，這讓蒂奧尼瞬間想起了家園被毀掉的那一天，滿地都是這種顏色，到處都是這種味道。曾經的城堡在那一天徹底变成了修羅場，記憶裡的那一幕幕全是被鮮血浸透的慘狀，倒下的士兵，還有那些再也無法醒來的親人，這些畫面像噩夢一樣死死纏着他。蒂奧尼再也受不了了，他覺得自己1秒鐘都待不下去，必須馬上離開這個鬼地方。娜莎被他突如其來的反應嚇了一跳，忍不住驚呼出聲。這一喊讓原本熱鬧的宴會瞬間安靜，就連遠處的佐加諾也冷冷地盯向了這邊。蒂奧尼拼命逃進了漆黑的森林，可剛才那股血腥味還是讓他忍不住想要作嘔。這種本能的排斥根本不受他的控制，他終於意識到那個男人刻在他骨子裡的恐懼，即使隔了這麼遠，依然像枷鎖一樣死死扣着他。難道這輩子都要活在那個人的陰影下嗎？就在他最絕望的時候，佐加諾已經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了他的身後。佐加諾剛想伸手安慰，問他到底怎麼了，可手還沒碰到，蒂奧尼就尖叫着猛地甩開，讓他別碰自己。這一下，空氣瞬間死一般的寂靜，誰也沒想到他反應會這麼大。佐加諾盯着自己的手，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知道了，並沒有多說什麼。蒂奧尼這才意識到自己失態了，他不敢看對方的眼睛，只能找個借口趕緊逃回房間。看着他匆忙離開的背影，佐加諾眼神裡的深意讓人根本捉摸不透。就在蒂奧尼準備離開的時候，他突然停下腳步，背對着那個男人輕聲說了句謝謝，感謝他剛才關心自己臉上的傷。這句突如其來的道謝讓原本冷冰冰的氣氛一下子變得有些微妙。佐加諾站在原地沉默不語，只是靜靜地看着他走遠。月光下，两人的距離雖然拉開了，但有些東西似乎已經悄悄改變了。新的一天開始了，娜莎像往常一樣準時叫醒了蒂奧尼。聽說佐加諾專門交代過，想讓蒂奧尼去花園散散心，他點頭答應了。可一想到昨天的事，心裡還是亂糟糟的。當時竟然沒控制住情緒，甚至還甩開了佐加諾的手，這種失禮的表現絕對不能再有第二次了。穿過這片樹林，眼前的景色確實讓人心情舒暢。蒂奧尼忍不住感嘆，這裡美得像畫一樣。娜莎在一旁解釋，這地方雖然荒涼了點，但花草倒是長得很有靈氣。就在這時，林子裡突然鑽出幾個小孩，像發現了什麼稀罕物一樣，大喊着竟然見到了活生生的人類。孩子們一擁而上，好奇地打聽他身上怎麼沒有野獸的味道，甚至還問他是不是打算永遠留在這裡。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熱情，蒂奧尼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留下來嗎？關於未來，他自己也沒有答案。孩子們天真的圍着蒂奧尼，甚至提議讓他乾脆嫁給佐加諾，這樣就能永遠留下來了。可蒂奧尼心裡很清楚，人類和獸人之間隔着一道根本跨不過去的鴻溝，就算只是當個測試，恐怕也會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他笑着拒絕了孩子們，直言自己只是個過客，像陛下那樣優秀的人，身邊肯定會有更合適的伴侶。等孩子們走後，蒂奧尼臉上的笑意消失了，他認真地告訴內莎，自己從來沒想過要討好佐加諾，作為一個外來者，留在這裡只會成為衝突的導火索。或許要不了多久，那位陛下就會親自下令，把他徹底趕出這個國家。面對可能被驅逐的命運，蒂奧尼表現得異常平靜，甚至直言如果真有那天，他會坦然接受。這番話讓娜莎有些意外，在他眼裡，這個人類女孩確實有點讓人看不透。與此同時，在宏偉的王宮大殿內，氣氛卻緊張到了極點。大臣們正圍着佐加諾，言辭激烈地質問到底打算怎麼處理那個女人，甚至懷疑她是敵國派來的眼線。在他們看來，人類和獸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朝堂上反對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大，佐加諾沉默地聽着這些指責，最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他心裡有數。但至少現在，蒂奧尼依然是他的貴客。大殿之上的氣氛降到了冰點，面對眾人的質疑，佐加諾最終還是拍了板，暫時保住了蒂奧尼。大臣們雖然嘴上答應，但心裡顯然並不服氣，而這種不滿的情緒已經悄悄蔓延到了宮廷的每個角落。幾個侍女躲在暗處，盯着蒂奧尼的方向咬牙切齒。在他們眼裡，這個人類女孩就是個礙眼的麻煩，必須想辦法讓她自己滾出王宮。為了動手，他們故意找借口調開了娜莎，讓蒂奧尼身邊失去唯一的親信。看着娜莎被帶走，這群沒安好心的侍女終於露出了得逞的冷笑。接下來的路，蒂奧尼恐怕要不好過了。領路的侍女嘴角露出一抹陰笑，帶着蒂奧尼越走越偏。四周的林子裡死氣沉沉，只有幾隻烏鴉在枝頭盯着他們。眼看路越來越荒涼，蒂奧尼終於停下腳步，警惕地問到底要去哪裡。侍女頭也不回地解釋說，前面有一處隱蔽的溫泉，那是專門為他準備的浴池。雖然直覺告訴蒂奧尼這裡的情況非常不對勁，可還沒等他轉身往回走，幾個身影就從暗處圍了上來。看着這群等候多時的侍女，蒂奧尼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徹底掉進了陷阱。侍女們一邊說着客套話，一邊半推半就地把蒂奧尼帶到了湖邊上。還沒等蒂奧尼反應過來，身後的侍女突然變了臉，
猛地伸出手，直接把他推倒。看着蒂奧尼跌落，這群人站在岸邊冷眼旁觀，甚至還發出了得逞的笑聲。冰冷的水瞬間淹沒了頭頂，那種透心涼的感覺讓蒂奧尼徹底清醒了。這哪裡是什麼溫泉，這分明是要他的命！這群人果然是故意的，他們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徹底除掉蒂奧尼這個人類。水下的蒂奧尼拼命掙扎，可這身華麗的禮服現在卻像鉛塊一樣拽着他不斷往深處掉。他告訴自己絕對不能死，如果他出了事，他的子民就沒人保護了。可水裡的溫度實在太低，他的手腳越來越沉，連腦子都快轉不動了。就在他快要撐不住的時候，岸上的侍女們也慌了神，他們發现蒂奧尼一直沒浮上來，事情顯然鬧大了。就在这群人打算逃跑時，遠處突然傳來了動靜，有人正往這邊趕過來。誰也沒想到，佐加諾竟然在這個時候騎着馬出現在了岸邊。這群侍女嚇得魂都沒了，還沒等他們想好怎麼解釋，佐加諾就冷冷地開口質問：是誰給他們的膽子，敢私自把客人帶出來？眼看事情敗露，這群人開始瘋狂甩鍋，狡辯說是蒂奧尼自己跳下去的，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佐加諾一句話都沒說，只是沉默地盯着湖面。他知道蒂奧尼就在下面，他根本沒理會這群人的求饒，直接解開披風，縱身跳進了冰冷的湖水裡。岸上的侍女們全看傻了，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陛下竟然會為了一個人類做到這種地步。在深不見底的水下，佐加諾拼命往下游，終於在蒂奧尼徹底消失前，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這一刻，蒂奧尼在模糊的意識裡認出了那個救他的人，竟然是佐加諾。他抱着蒂奧尼衝破水面，大步走回了岸邊，動作沒有一絲猶豫。懷裡的蒂奧尼雖然虛弱，但他心裡很清楚，自己絕對不能就這麼倒下。為了那些還在等他的子民，他必須得活下去。看着佐加諾沉默的背影，這場原本致命的陰謀終究還是沒能得成。在一片暖洋洋的感覺中，蒂奧尼慢慢睜開了眼睛，他這才意識到自己竟然真的活下來了。守在床邊的內莎鬆了一口氣，趕緊上前詢問他的情況，而佐加諾就站在不遠處，一直沉默地觀察着。看到蒂奧尼醒了，佐加諾低聲問了一句：感覺怎麼樣？蒂奧尼雖然還有些虛弱，但還是強撐着回答說沒事，不想讓大家擔心。佐加諾見狀沒再多說什麼，把剩下的事情交給內莎後，就直接轉身離開了房間。看着他離去的背影，蒂奧尼腦海裡隱約浮現出昏迷前的畫面。他知道是這個男人救了他，可他心裡怎麼也想不通，這個男人為什麼要救自己。他發現自己越來越看不透他了。雖然撿回了一條命，但蒂奧尼很清楚，這種莫名其妙的善意只會給以後的日子惹來更多麻煩。他托人給佐加諾帶個話，謝謝他的救命之恩，但也僅此而已了。與此同時，在大殿之上的佐加諾正面臨着手下人的質疑，他冷冷地掃視着眾人，直截了當地點破了利害關係。如果蒂奧尼真的死在這裡，對方肯定會以此為借口直接打過來，救下這個女人不是因為什麼私情，而是因為她現在是維持和平唯一的籌碼。這番話一出，底下的人全都沒了聲音。誰也沒想到，陛下的每一步棋其實都算得這麼死。佐加諾心裡很清楚，現在動那個女人就等於直接跟對方撕破臉，絕對不能給他們留下打仗的借口。可底下的臣民們早就炸開了鍋，有人提議把他關一輩子，有人甚至叫囂着，就算真的打起來也無所謂。他們根本無法容忍一個人類留在自己的國土上。大殿裡全是要求放逐他的聲音。就在這一片混亂中，娜莎把蒂奧尼的原話帶到了佐加諾面前。蒂奧尼說他很清楚，自己就是那個衝突的根源。如果陛下真的要放逐他，他絕不會有一句怨言。誰也沒想到，這個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她之所以拼了命想活下來，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她背負着整個子民的希望。面對這種局面，佐加諾的下一個決定將徹底改變所有人的命運。佐加諾突然抬起手，示意全場安靜，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他最後的裁決。誰也沒想到，他接下來的這句話直接讓整個大殿徹底炸了鍋。他當眾宣布，從這一刻起，他要正式娶蒂奧尼為妻。他的眼神冷得嚇人，語氣裡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誰反對都沒用。這個決定不僅保住了蒂奧尼的命，也把兩人的命運死死地綁在了一起。而此時的蒂奧尼還靜靜地躺在床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這個國家的王妃。佐加諾拿着花，直接對蒂奧尼說：“你要嫁給我了。”這也太突然了，他完全沒反應過來，為什麼偏偏選她當王妃？佐加諾解釋說，作為國王，他不能看着她被當成禮物送來送去，而且這件事他已經向所有人宣布了，婚禮馬上就要開始準備。蒂奧尼只能點頭答應。原來他這麼做是為了保護那個被丟進湖裡的自己。蒂奧尼看着佐加諾的背影，總覺得陛下娶一個人類，心裡肯定不怎麼痛快。可看着懷裡的花束，他又有些失神。這還是第一次有人送他花。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整個王宮已經徹底忙開了。為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婚禮，所有人都在沒日沒夜地趕工。娜莎一邊幫他整理禮服，一邊輕聲提醒：胸前這朵最漂亮的胸花，正是用陛下送的那束花做的。看來這場婚禮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換上婚紗的那一刻，蒂奧尼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到現在還跟做夢一樣。她竟然真的要嫁給佐加諾了。娜莎在一旁由衷的讚嘆：這身衣服簡直是為您量身定做的。為了這一天，最頂尖的工匠們已經準備了太久。這不僅僅是一件禮服，它承載着整個國家對王妃的期待。從陛下成年那天起，大家就在等這一刻的到來。看着婚紗上精美的紋路，蒂奧尼心裡卻沉甸甸的。這麼重要的衣服，他一個人類真的配穿上它嗎？門外的婚禮儀式已經避無可避了。娜莎輕輕為他戴上花環，語氣堅定地提醒蒂奧尼大人：陛下的決定就是鐵律，誰也別想再動搖。既然他認準了你，那這王妃的位置
你就坐定了。可婚禮現場的賓客們卻沒那麼安分，大家都在私下嘀咕，陛下竟然真的要娶一個人類。聽說為了這件事，佐加諾頂着巨大的壓力，甚至不惜和所有人作對，也要把這個背景複雜的女人留下。在一片質疑聲中，只有小孩子在歡呼，慶祝國王終於有了新娘。但這背後的暗流湧動才剛剛開始，婚禮現場的竊竊私語根本就沒停過。在這些獸人眼裡，讓人類當新娘，這可不是什麼好事。佐加諾獨自站在紅毯盡頭，面無表情地看着前方，誰也猜不透這位陛下心裡到底在想什麼。隨着花瓣落下，蒂奧妮在隨從的引導下緩緩走向那個男人，可他心裡很清楚，這裡根本沒人歡迎他。周圍投來的目光讓他覺得脊背發涼，他能清晰地感覺到，這些獸人不僅是排斥他，甚至還帶着一種莫名的不安。這哪像是婚禮現場，簡直就像是一個隨時會引爆的火藥桶。這些目光像針扎一樣，讓蒂奧妮每走一步都覺得備受煎熬。漫天飄落的花瓣此刻顯得格外諷刺，周圍的獸人們臉色一個比一個陰沉，這種壓抑到極點的沉默，比直接的咒罵還要可怕。終於有人忍不住了，憤怒的質問聲在大廳響起：這種荒唐的婚禮到底有什麼好慶祝的？話音剛落，人群中突然有人衝了出來，直奔紅毯上的新娘。蒂奧妮還沒反應過來，局面就已經徹底失控了。就在鬧事者衝過來的一瞬間，佐加諾側身一擋，直接把蒂奧妮護在了身後。他甚至沒有多餘的動作，僅僅是一個冰冷的眼神，就嚇得對方連連後退，當場癱軟在地上。蒂奧妮徹底愣住了，剛才那一刻，這個男人是在保護她嗎？但這個念頭剛冒出來，就被他自己掐滅了。這不可能，他這麼做肯定只是為了王室的面子。他不斷地告誡自己，千萬別對他抱有什麼幻想，這種事他絕對不會看錯的。陛下竟然親手護着那個女人，這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瞬間在貴族圈子裡炸開了鍋。梅朱亞看着這一幕，心裡滿是不甘。陛下以前死活不肯結婚，現在居然為了個普通人類壞了這麼多年的規矩。旁邊的哥哥吉安倒是很冷靜，他輕聲安撫着妹妹，陛下這麼做肯定有他的深意，而且這說不定是個好機會，能讓更多人进入後宮。梅朱亞聽完眼神一冷，既然這婚非結不可，那他就要想辦法爭寵，早晚要把那個女人趕出皇宮。而吉安看着混亂的現場，心裡卻在盤算更大的局。人類王妃的出現注定會讓宮廷陷入動盪，而這正是重新洗牌奪取權力的最好時機。混亂平息後，儀式在祭壇前繼續進行。蒂奧妮看着眼前的佐加諾，心裡終於明白了，他剛才的保護不是因為私情，而是為了維護國王的職責，為了這個國家的安穩。既然這樣，他也絕不能退縮，必須拿出王妃該有的樣子，絕不能讓陛下的威嚴受損。隨着祭司手中的長杖落地，清脆的鈴聲響徹四周，他在向大地之靈祈求，洗滌這兩人的靈魂，並指引他們未來的路。陽光灑在兩人身上，這一刻，他們的命運正是捆綁在了一起，一段充滿未知的旅程才剛剛開始。雖然氣氛透着說不出的詭異，但這場婚禮總算是在眾人的注視下順當結束了。夜幕降臨，娜莎來到露台向陛下匯報，新房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請他再稍等片刻。佐加諾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可娜莎並沒有離開，她壓低聲音問，剛才在儀式上您是在護着蒂奧妮大人吧？佐加諾沉默了一會兒，語氣裡透着一絲複雜，我確實做的有點過火了。娜莎顯然不想就這麼算了，她問出了那個最敏感的問題，您娶她到底是為了這個國家，還是僅僅為了得到她這個人？面對這個質問，佐加諾沒有回答。而此時的蒂奧妮正一個人在黑暗中尋找娜莎的蹤影。蒂奧妮獨自走在空蕩蕩的走廊，心裡正犯愁，沒娜莎在身邊幫忙，她連這身繁瑣的婚紗都換不下來。可就在轉角處，她突然聽到了佐加諾的聲音，陛下竟然在這裡。還沒等他上前打招呼，佐加諾冷冰冰的話語就傳了過來，娶蒂奧妮純粹是為了給國家換取巨大的好處，這就是他結婚的唯一理由。聽到這話，蒂奧妮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原來那些所謂的保護和體貼全都是演出來的借口。他終於看清了現實，這個男人和以前那些人沒什麼區別，在他眼裡自己不過是一個好用的工具。在這座冰冷的皇宮裡，他根本沒有盟友，等待他的依然是深不見底的利用和算計。剛剛聽到的那些話像針一樣扎在蒂奧妮心裡，他緊緊攥着胸前的花，只覺得這一切都荒唐透頂。還沒等他從打擊中緩過神，娜莎已經走到了佐加諾身後，低聲提醒着，既然已經成了夫妻，今晚的新婚之夜是躲不掉的。蒂奧妮站在遠處，心裡充滿了不安。他很清楚，獸人天生就野蠻兇猛，更別說兩人的體型差了這麼多，這個夜晚注定不會平靜。他到底該如何面對這個只把他當成工具的男人？蒂奧妮坐在床邊，心裡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既然成了王妃，這就是他必須忍受的職責。無論佐加諾下達什麼命令，他都只能服從。可就在這時，佐加諾走到了他面前，卻沒有更進一步。他語氣冷淡地說：“今晚的事只是走個過場，他什麼都不會做。”還沒等蒂奧妮反應過來，佐加諾就轉身準備離開。他丟下一句話：“今晚你就在這兒歇着，明天開始你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間住了。”蒂奧妮愣在原地，嘴裡反覆念叨着那句話。原來這一切真的只是個形式而已。他自嘲地笑了笑，原來換了一個國家，自己的命還是一點沒變。說到底，他依然只是個漂亮好用的玩偶，被當作籌碼送來送去。在這個冰冷的皇宮裡，根本沒有人真正在乎他。既然一切都是交易，那他接下來的每一步都只能靠自己了。佐加諾心裡很清楚，這出戲只是演給別人看的。他不想逼這個高傲的女人，更不想讓她再受委屈。畢竟，誰能想到，在那堆所謂的禮物裡，竟然藏着一個出身顯赫的女人，被扔進這群野獸中間，他當時該有多絕望。所以，
這一次他一定要護她周全。蒂奧妮平靜地說，他是代表和平被送來的貢品，即便身處這種絕境，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該死的高貴。可對佐加諾來說，這個女人簡直是個燙手山芋，拒絕她，對方就會以此為借口發動戰爭；可要是收下她，恨透了人類的族人絕對會當場翻臉。就在他左右為難的時候，突然注意到他白皙的臉上竟然有一道傷痕，他下意識想伸手去碰，但理智告訴他，現在絕不能表現出任何憐憫，否則只會害了他。佐加諾吩咐奈莎去處理一下他臉上的傷口，他很清楚，那個自大的國王絕不會無緣無故送來一個破了相的女人。這種冷血的手段讓佐加諾徹底看清了對手的底牌。蒂奧妮自嘲地說，她不過是個王國的公主，曾經因為這張臉受盡寵愛，可一旦有了瑕疵，就立刻變成了被隨手丟棄的垃圾。這招簡直是殺人誅心。那個男人故意毀掉最心愛的寶貝，再把它當成禮物送給獸人，就是在赤裸裸的炫耀，他連這種級別的貨色都能隨便扔掉。佐加諾原本以為她只是個需要同情的落难公主，甚至打算先讓她以客人的身份住下，可接下來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預料。深夜的森林裡，他剛想靠近那個蜷縮的身影，蒂奧妮卻像受驚的野獸一樣尖叫着讓他別碰自己。這種極度的防備和抗拒讓空氣瞬間凝固。可就在佐加諾以為他會一直這樣時，他卻慢慢轉過身，他低聲說，謝謝你還記得關心我臉上的傷口。佐加諾越想越覺得不對勁，蒂奧妮剛才那種激烈的反應根本不是因為討厭獸人，而是他心裡藏着某種可怕的陰影。娜莎也察覺到了這一點，她說，這位公主雖然看起來在害怕，但更像是一個在黑暗裡獨自生活了太久的孤獨靈魂，連最簡單的觸碰都能讓她受驚，這得是吃過多少苦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佐加諾沉默了片刻，吩咐娜莎明天帶她去森林走走，或許只有大自然才能讓這個緊繃到極限的女人稍微喘口氣。佐加諾本以為這裡能讓她慢慢好起來，可她還是想得太簡單了，這種暫時的平靜轉眼就被徹底打破。侍女們慌慌張張地跑來報信，說蒂奧妮出事了，因為受不了那些下人的騷擾，她竟然掉進了冰冷的湖裡，眼看湖水就要把她徹底吞沒。佐加諾想都沒想就跳了下去，等他把人從水裡撈上來時，蒂奧妮已經完全失去了意識。這下事情真的鬧大了。佐加諾心裡很清楚，如果連這裡都不安全，那他必須得換個法子保護她了。即便已經命懸一線，蒂奧妮潛意識裡想的竟然還是他的子民不能沒有他。這種刻在骨子裡的高潔讓佐加諾第一次對這個女人產生了敬意。他趕緊讓人拿來乾毛巾和衣服，想趁着他還沒徹底失溫，趕緊把這身濕透的禮服換下来。娜莎正準備上前幫忙擦拭，可就在衣服被解開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們顯然看到了一個絕對不該出現在這位公主身上的驚人秘密。誰能想到，在那件華麗的禮服下面，竟然藏着滿背觸目驚心的傷痕？這哪裡是什麼嬌生慣養的公主，分明是一個死裡逃生的戰士。佐加諾終於看清了真相，原來他一直都在獨自支撐，為了那些已經支離破碎的子民，他早就把自己豁出去了。可諷刺的是，蒂奧妮卻覺得自己只是個玩偶，一個無論在哪都毫無用處的擺設。看着他這副樣子，佐加諾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心裡的那股火不知不覺間全變成了心疼。佐加諾終於打算掏心窩子了，他直截了當地告訴蒂奧妮，這場聯姻不只是為了平息戰爭，更是為了讓他不再受到任何傷害，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再輕視他的高貴。聽完這些話，蒂奧妮整個人都愣住了，他從來沒想過這個男人心裡竟然是這麼打算的。以前他總覺得佐加諾是個野蠻的暴徒，因為對這片未知土地的恐懼，他把這個男人想得太壞了。可現在他才發現，自己真的徹底看走眼了。原來在這個看似粗魯的男人背後，藏着一份他從未察覺到的溫柔。看着他傻坐在地板上，佐加諾皺着眉提醒他，地板太涼了，讓他趕緊去床上休息。這種笨拙又直接的體貼，讓蒂奧妮覺得像在做夢一樣。他小聲地說了句謝謝，心裡那座冰山徹底塌了。回想起相處的一點一滴，他才發現佐加諾其實一直都在照顧他，反而是他自己始終在自作主張地推開這份溫柔。意識到佐加諾的真心後，蒂奧妮心裡很不是滋味。原來這場婚姻一直都是他唯一的避風港，可他之前竟然一直在懷疑這個男人。如果日子一直這樣過下去，他就只能當個好看的花瓶，就像以前在費因茨國王身邊一樣，毫無尊嚴的虛度光陰。難道這輩子都要被這種倒霉命運給鎖死嗎？看着眼前這座燈火通明的城市，蒂奧妮心裡全明白了。佐加諾頂着那麼大的壓力立他為後，其實是在用他的方式拼命護住這個國家和他的命。既然那個男人都豁出去了，他也絕對不能就這樣認輸。這一回他要自己掌握主動權。他很清楚，如果只是一味的接受保護，那他永遠都只是個好看的擺設。可他不想再當什麼裝飾品了，更不想做一個任人摆布的玩偶。既然已經坐上了王後的位置，他就要拿出匹配這個身份的手段，讓所有人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麼地步。新的一天開始了，娜莎關心地問王後大人，您今天感覺怎麼樣？蒂奧妮淡淡地回了一句，我沒事，不用擔心。表面上看一切風平浪靜，可背地裡早就有人在嚼舌根了。幾個侍女小聲嘀咕，真是不敢相信一個人類竟然能坐上正宮王後的位置。看來這王宮裡的日子遠比想象中要難過得多。那些刺耳的話還在繼續，他們說這個人類根本配不上陛下。就在這時，蒂奧妮想起了佐加諾曾說過，絕不會讓任何人看不起他。雖然有他的承諾，但蒂奧妮心裡很清楚，自己不能總躲在他的保護傘下。如果想真正坐穩這個位置，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贏得所有人的尊重。這一步
他已經避無可避了。梅朱亞盯着蒂奧妮說：“既然已經向陛下屈服了，你看起來倒是挺自在的嘛。作為一個人類女性，你看起來真是弱不禁風。”梅朱亞心裡滿是不甘，這樣一個女人竟然從他手裡搶走了王後的位置，簡直讓人火大。她可是名門望族出身的梅朱亞，一直以來她都堅信自己才是唯一的王後人選。這顆嫉妒的種子恐怕很快就要掀起一場風暴了。梅朱亞怎麼也想不通，佐加諾陛下為什麼要選那個女人？這背後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交易。她可不是那種會被這種小手段輕易打敗的女人，無論付出什麼代價，她都要把正宮王後的位置奪回來。與此同時，在祖母家族的領地裡，众人也正為了這件事發愁，完全搞不懂陛下到底在想什麼，讓一個從敵國送來的女人當王後，這種事簡直荒唐到了極點。看來不只是梅朱亞，整個家族都已經坐不住了。屋子裡的長輩們怨聲載道，在他們眼裡，那個弱不禁風的人類女人根本沒法為王室誕下強壯的繼承人。吉安不緊不慢地開口，勸大家先冷靜下來。他耐心地解釋說，陛下之所以娶她，不過是為了避免和敵國起衝突，這只是一场不得已的政治聯姻。聽到這番話，長輩們總算鬆了口氣，只要陛下不寵愛那個女人就好。吉安接着給眾人吃了一顆定心丸，陛下絕不會想要人類的後代，更不可能讓卑微的血統玷污了王室的高貴。雖然暫時安撫住了家裡人，但吉安很清楚，外面多的是被這件事沖昏頭腦的人，真正的麻煩恐怕還在後頭。吉安很清楚，不滿的種子已經種下，很快就會長成无法控制的麻煩。他向家族成員保證，要不了多久，這宮裡的風向就要變了。现在的沉默只是暫時的，他们在等一個時機，好在接下來的權力爭奪戰中，為祖母家族搶佔最好的位置。這種時候，誰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提前做好萬全的準備。吉安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不管陛下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娶那個女人絕對是他走得最錯的一步棋。為了家族的繁榮，也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吉安已經下定了決心，他要徹底利用那個女人。毫不知情的蒂奧妮正帶着娜莎在花園裡散步，她只是想找個地方安安靜靜地思考一些事情。看着眼前的綠意，她覺得心裡踏實了不少，慶幸自己選了這麼個清靜的地方。蒂奧妮心裡很清楚，佐加諾陛下娶她是為了保護她的祖國，一旦她在這裡出了什麼意外，敵國就會以此為借口發動戰爭，甚至把她的族人逼入絕境。所以她現在最該做的就是先保住自己的命，並且在這個陌生的國家找到盟友。回想起過去，她一直以為自己在獸人王國孤立無援，卻忽略了陛下其實一直在保護她。那時候他只顧着害怕，根本不敢去了解這些獸人，更沒發現陛下對他的那份在意。雖然這裡的人可能都討厭他，但蒂奧妮已經想通了，既然大家的目的是一樣的，那就有合作的可能。那些獸人之所以害怕他，完全是因為雙方根本互不了解。他決定不再躲避，不僅要摸清這個國家的底細，也要讓他們知道他這個王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就在他思考對策的時候，奈莎突然開口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吩咐？蒂奧妮回過神來，語氣溫和地感嘆，這片森林真的很漂亮。他還記得當初是娜莎第一次帶他來這裡的，從那時候起他就挺喜歡這個地方。聽到蒂奧妮誇獎這裡，娜莎顯得很高興，但她也無奈地提到，首都的人都覺得這地方很荒涼，根本沒什麼看頭。蒂奧妮聽完愣住了，這種話他們是怎麼說出口的？看看這些直插雲霄的大樹，還有腳下這片精心打理的花壇，到處都充滿了生命力。在蒂奧妮眼裡，這片森林簡直就是個巨大的寶庫，怎麼可能什麼都沒有？他能感覺到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承載着這個國家漫長的歷史，是人們守護了很久的寶貝。看着眼前的景象，蒂奧妮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開始意識到，這個被別人嫌棄的地方，其實藏着最動人的靈魂。娜莎察覺到了蒂奧妮的變化，忍不住感嘆：王後今天的話似乎格外多。蒂奧妮大方地承認了，他確實想找奈莎好好聊聊，聊聊這個國家，也聊聊娜莎自己。娜莎顯然沒料到話題會轉到自己身上，有些意外地反問：為什麼要聊他？蒂奧妮停下腳步，語氣真誠地說：自從他來到這裡，娜莎幫了他太多的忙。更重要的是，娜莎是佐加諾陛下最信任的人，所以陛下才會把她這個人類公主放心地交到娜莎手裡照顧。蒂奧妮直截了當地說，她想好好了解一下這個被陛下絕對信任的女人，而且她也希望娜莎能真正了解她，然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能真心實意地幫她一把。娜莎看着眼前的王後，一時間沒有說話。在她之前的印象裡，蒂奧妮只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只能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但現在她發現自己錯了，這位人類公主不僅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未來做打算了。夜深人靜，娜莎大着膽子問了佐加諾一個問題：陛下娶蒂奧妮真的只是為了國家，而不是因為想占有她嗎？佐加諾的回答乾脆利落，絕無可能，娶她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這才是他結婚的唯一理由。聽到這個冷冰冰的答案，娜莎反而鬆了一口氣，輕聲說：這樣她就放心了。可緊接着，佐加諾卻反問娜莎：這段時間一直近距離觀察蒂奧妮，難道沒發現什麼嗎？在他看來，蒂奧妮身上有一種完全不同於這個國家的高貴和優雅，這種特別的氣質已經讓這位冷酷的君王開始有些移不開眼了。佐加諾看着遠方，語氣裡竟然帶着一絲敬意。他說自己很尊重蒂奧妮，甚至打算從現在開始好好向這位王後學習。娜莎在一旁沉默着，她知道佐加諾陛下從沒看走眼過，既然陛下這麼說，那蒂奧妮一定有她的過人之處。但在娜莎心裡，始終還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即便陛下已經表態，她還是沒辦法真正去信任蒂奧妮。娜莎在心裡打定了主意，既然看不透，那就乾脆親眼看看這位王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微微低頭，答應了蒂奧尼的要求。两人之間的博弈從這一刻起正式拉開了序幕。蒂奧尼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回到宮殿後，他還客客氣氣的道歉，覺得自己耽誤了奈莎的時間。結果奈莎一秒進入狀態，直接拿出了導師的架勢，語氣變得異常嚴厲。從歷史文化到社會結構，從傳統信仰到法律政治，娜莎列出了一大堆學習計劃。她講起知識來滔滔不絕，蒂奧尼聽得一愣一愣的，甚至覺得他更像個博學的學者。這些信息正是蒂奧尼現在最缺的。他原本沒指望奈莎會說這麼多，看來兩人的關係終於要往好的方向發展了。就在蒂奧尼盤算着還要找機會去接觸另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就這麼毫無徵兆的出現了。看着眼前的佐加諾，蒂奧尼停下了腳步，輕聲打了個招呼。夕陽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這位威嚴的陛下正一言不發地盯着他，這種壓迫感讓原本平靜的長廊瞬間變得緊張起來。蒂奧尼主動開口問佐加諾能不能耽誤點時間，他有些重要的事情想商量。佐加諾沒有立刻回答，而是走上前一把攔住了他的肩膀。他低聲叫着蒂奧尼的名字，語氣裡帶着一種讓人無法拒絕的霸道。還沒等蒂奧尼反應過來，佐加諾直接丟下一句話，說今晚會去他的房間。這下輪到蒂奧尼懵了，他只能愣愣地答應着，完全沒料到事情會往這個方向發展。蒂奧尼還在心裡犯嘀咕，雖然想找機會好好聊聊，但一想到晚上要跟佐加諾獨處，他還是覺得有點壓力。可他不知道，剛才那一幕全被遠處的露露看在了眼裡。他覺得這簡直是國家級的大事，絕對不能坐視不管。他必須立刻去向梅朱亞匯報。露露一邊餓着肚子，一邊在暗中觀察。天都已經黑透了，佐加諾竟然真的去找那個女人。更奇怪的是，他的表情看起來竟然是前所未有的輕鬆。露露在後面看得直發愁，佐加諾現在的樣子簡直就像個陷入熱戀的毛頭小子。要是他真的和這個人類女人有了繼承人，那事情可就徹底失控了。就在這時，佐加諾敲響了房門。蒂奧尼，我進來了。蒂奧尼已經在屋裡等了很久，他輕聲回答：陛下，您終於來了。佐加諾推門而入，看着眼前的女人，接下來的話卻讓人出乎意料。佐加諾隨手端起茶杯，語氣平淡地說：別拘束，放鬆點。雖然表面上風平浪靜，但蒂奧尼心裡卻在打鼓。明明是自己主動約他談談，可真到了這一刻，反而不知道該怎麼開口了。不過他很清楚，自己不能一直這樣退縮下去。蒂奧尼穩住心神，輕聲打破了沉默：陛下，謝謝您今晚願意抽空見我。佐加諾放下茶杯，語氣霸道地回了一句：不用放在心上，不管你今晚約不約我，我都會過來。他心裡很清楚，在這座王宮裡，哪怕是身份尊貴的王後，如果得不到國王的寵幸，也只會被人看不起。想要讓所有人閉嘴，最好的辦法就是他親自出現在這裡，給蒂奧尼撐腰。蒂奧尼一下子明白了，原來他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並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他垂下眼簾，輕聲回應道：我明白了，感謝陛下的體恤。佐加諾放下茶杯，直截了當地問：那麼你到底想跟我談什麼？蒂奧尼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請求道：娜莎一個人要處理我所有的瑣事，能不能再給我多安排幾個女僕？他心裡很清楚，娜莎現在已經快忙不過來了，再這樣下去，身體遲早會垮掉。更讓他心寒的是，王宮裡的其他女僕顯然是在故意排擠他們，把所有的髒活累活全甩給了娜莎。如果佐加諾不點頭，他們的處境只會越來越艱難。蒂奧尼垂下眼簾，他心裡很清楚，在這座獸人的王宮裡，沒人願意伺候他這個人類。但為了奈莎，他還是放低了姿態，語氣中帶着一絲懇求：陛下，算我求您了。本以為會遭到拒絕，沒想到佐加諾只是看了他一眼，便淡淡的回了一句：好，就按你說的辦。蒂奧尼愣了一下，趕緊低頭致謝：謝謝陛下的恩准。他心裡泛起一絲異樣的感覺，雖然還是看不透這個男人，但他竟然真的把自己的話聽進去了。佐加諾的目光停留在桌上的花瓶裡，他有些意外的開口：那朵花，他沒想過當初隨手送給蒂奧尼的花，他竟然一直留到了現在。蒂奧尼微笑着點了點頭，輕聲回答道：是的，因為這是陛下送給我的。為了留住這朵花，他還特意去請教了奈莎，學着把鮮花做成了乾花。這份小心翼翼的珍藏，讓原本冰冷的房間多了一絲說不清的溫度。蒂奧尼還在心裡感嘆，娜莎真是個寶藏，好像這世上就沒他不知道的事。就在這時，佐加諾突然伸出手，輕輕撩起他的一縷銀髮，低聲喚了他的名字：蒂奧尼，謝謝你。這聲突如其來的道謝，讓周圍的空氣仿佛在這一刻凝固了。他低下頭，動作裡帶着前所未有的溫柔。這一舉動徹底打亂了蒂奧尼的心思。誰能想到，這個冷酷的男人竟然也有這樣的一面？佐加諾鬆開手，任由那縷銀髮從指縫滑落。他沒有再多說什麼，只是淡淡的丟下一句：今晚我就先走了。蒂奧尼還沒緩過神，只能下意識地應了一聲：好的。看着那道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門後，原本曖昧的氣氛瞬間被冷清的月色取代。蒂奧尼獨自坐在沙發上，腦子裡亂成了一鍋粥。剛才那是怎麼回事？他無奈地嘆了口氣，這位陛下真是越來越讓人搞不懂了。蒂奧尼在心裡安慰自己，他剛才那樣做大概只是想表達謝意吧，畢竟這地方的規矩可能跟自己家鄉不太一樣，沒必要想得太複雜。可他的目光還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瓶花上，他是真的沒想到佐加諾竟然會注意到這個細節。那個看起來冷冰冰的男人，心思居然這麼細膩。此時的佐加諾已經推開房門走進了夜色，只留下蒂奧尼一個人對着那瓶乾花出神。走出房门的佐加諾看着自己的手，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我到底在幹什麼？他完全沒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種出格的舉動。
剛才那一刻，他竟然鬼使神差的伸手碰了她的頭髮，那種觸感似乎還殘留在指尖。而這一切全被躲在暗處的露露看個正着。他原本還在蹲守，結果發現佐加諾這麼快就出來了。露露躲在草叢後面，心裡直犯嘀咕：怎麼回事？難道裡面出什麼意外了？宮廷裡的流言蜚語傳得比風還要快，大家都在私下議論，陛下最近是不是糊塗了？聽說他連續好幾個晚上都偷偷跑去找那個外來的人類，結果呢，那個女人根本沒法讓他滿意。這些話越說越難聽，甚至有人開始嘲諷人類果然是又弱又沒用的生物。蒂奧尼走在長廊上，這些刺耳的議論一字不落地傳進了他的耳朵，他臉上的平靜差點掛不住，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那晚的事情竟然傳開了，原來一直有人在暗處盯着他們。流言越傳越離譜，甚至有人開始添油加醋，編造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細節。這種被惡意包圍的感覺，讓蒂奧尼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往事。在費因茨的城堡裡，一切也是一模一樣。那時候，費因茨命令他盛裝出席晚宴，像個精致的玩偶一樣，在人群中展示自己。背後的貴族們卻在竊竊私語，嘲諷他長相平平，卻靠着陛下的寵愛到處炫耀，簡直俗不可耐。寵愛，蒂奧尼在心裡冷笑，那根本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東西，而是一場令人窒息的噩夢。費因茨曾指着那些珠寶對他說：“看啊，這可是來自你家鄉的寶石，是不是很懷念？”在費因茨眼裡，他從來不是什麼王後，不過是一個可以隨意擺布的玩偶。蒂奧尼很清楚，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永遠只會隨心所欲地亂嚼舌根。雖然聽着不舒服，但他現在沒時間去計較，必須把這些爛事拋在腦後。他轉頭看向奈莎，陛下已經准許增加女僕的人手了，現在外面流言蜚語這麼多，你還能選出合適的人嗎？娜莎表現得很淡定，她說沒問題，反而這種時候更容易看清誰才是真正能幹活的人。他打算先挑出那些公私分明，不會被個人情緒影響工作的聰明人。這下宮廷裡的局勢又要變了。蒂奧尼點了點頭，既然娜莎這麼有把握，那就全權交給她去辦。看着娜莎利落的樣子，蒂奧尼心裡感嘆，這個女人確實穩重可靠，自己還有很多地方要向她學習。可誰能想到，事情辦起來卻沒那麼順利。娜莎在招人的時候，竟然接連碰了一鼻子灰。雖然大家都表現得很客氣，但最後給出的答覆全是不行，甚至有人直接跟她说對不起。奈莎看着手裡的名單，眉頭緊鎖。她也沒料到，宮廷裡的那些流言蜚語竟然讓大家忌憚到了這種程度。就在娜莎一籌莫展的時候，吉安突然出現在她身後，問能不能耽誤她一點時間。娜莎有些意外，這位大人平時可不怎麼露面，不知道找自己有什麼事。吉安開門見山，聽說你最近在到處找女僕，我這兒正好有個非常合適的人選，想推薦給你。娜莎心裡犯嘀咕，這種時候主動送上門來，到底會是誰呢？吉安側過身，對着身後的人招了招手。吉安介紹說，這是他的遠房親戚，名字叫露露。這姑娘看起來膽子很小，見到奈莎連打招呼都結結巴巴的。誰能想到事情竟然會往這個方向發展？時間回到幾個小時前，梅朱亞正坐在沙發上，聽着露露的匯報。聽說陛下最近總是在深夜去見那個人類。梅朱亞的眼神瞬間冷了下來，看來局勢比預想的還要緊迫。他合上手裡的書，必須得馬上行動了。梅朱亞盯着眼前的露露，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他說自己會去跟哥哥打招呼，讓露露去那個女人身邊當女僕，其實就是去當眼線。露露聽到這個消息，整個人都懵了。她顯然沒料到自己會被捲進這種事。梅朱亞可沒打算給她拒絕的機會，語氣冰冷地叮囑，在那邊看到任何風吹草動，都必須第一時間回來匯報。看着梅朱亞嚴厲的眼神，露露嚇得話都說不利索，只能結結巴巴地答應下來。梅朱亞看着露露這副樣子，心裡已經有了盤算，只要把這個蠢貨安插進去，就能徹底把那個女人逼入絕境。誰能想到，跟佐加諾提的要求，才過3天就有了回音。這幾個新面孔就是上面派來的女僕。娜莎直接發話，讓他們先把房間徹底打掃一遍。看着這幾個戰戰兢兢的新人，這宮裡的日子恐怕沒那麼簡單。人手是增加了，但蒂奧尼心裡很清楚，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新來的女僕幹活時連頭都不敢抬，甚至還在背後偷偷嘆氣。看他們這副害怕的樣子，想跟他們交心恐怕沒那麼容易。雖然只是第1天，但蒂奧尼能感覺到自己和這些女僕之間隔着一堵看不見的牆。既然大家都在緊張，那就必須由他來打破僵局。他微微一笑，輕聲向他們道謝，還誇獎他們把房間打理得很好。這話一出，幾個女僕全都愣住了。誰也沒想到，高高在上的王後竟然會這麼溫柔。原本以為人類和獸人水火不容，蒂奧尼心裡一直打着鼓，可眼前的局面卻讓他有些意外。看到露露手裡緊緊攥着個小袋子，他好奇地問了一句：“那是什麼寶貝？”這一問可打開了露露的話匣子，她興奮地顯擺起來，說：“這是一種叫無患子的果實，果皮揉一揉就能出好多泡泡。”看着露露滔滔不絕的樣子，剛才那種尷尬的氣氛竟然一下子消失了。趁着氣氛正好，蒂奧尼又拿出了壓箱底的好東西，那是他特意留着的下午茶甜點。他笑着邀請大家一起分享，說自己一個人實在吃不完。這下可把露露給樂壞了，看着大家圍在一起吃得開心，原本那種冷冰冰的隔閡徹底煙消雲散了。女僕們心裡都在感嘆，這位王後和他們聽說過的那些貴族真的完全不一樣。露露一邊大口吃着點心，一邊感嘆這就是幸福，甚至覺得连裝點心的盒子都貴得嚇人。看着她這副沒心沒肺的樣子，蒂奧尼心裡暖暖的，慶幸身邊能有這麼個活潑的姑娘。他溫柔地告訴露露，看到這種發自內心的笑容，連他自己的心情都跟着變好了。
露露整個人都愣住了，她怎麼也沒想到，高貴的王後竟然會因為她的笑容而開心。這一刻，主僕之間的那層隔閡算是徹底消失了。就在新女僕們剛安頓好不久，一份不尋常的邀請函打破了宮廷裡的平靜。娜莎把信呈給佐加諾，說是祖母家族發來的茶會邀請。那可是個有權有勢的老牌貴族，這個家族一直效忠王室，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請客，絕對沒那麼簡單。尤其是想到那個叫梅朱亞的女人，佐加諾直接攔住了蒂奧妮，說這場茶會根本沒必要去，因為誰都知道對方肯定沒安好心。但蒂奧妮卻搖了搖頭，她說自己根本沒有退路，如果這次不去，麻煩只會更大。她心裡很清楚，一旦背上傲慢的名聲，那些貴族就會把矛頭指向佐加諾，甚至質疑她選王後的眼光。為了不讓佐加諾為難，她寧願自己去面對那些流言蜚語。他看着佐加諾，語氣堅定地請求，請允許他接受這份邀請，因為這一仗他必須親自去打。佐加諾看着眼前的女人，心裡比誰都清楚，這場所謂的茶會明擺着就是梅朱亞挖好的坑，裡面全是針對蒂奧妮的惡意。可他也明白，蒂奧妮明明知道那是龍潭虎穴，卻還是堅持要去，全都是為了他的名聲着想。這份為了他甘願冒險的心意，讓佐加諾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只能沉默地閉上眼，默認了這場無法避免的危機，因為他知道這一關蒂奧妮是非過不可了。佐加諾最終還是鬆了口，答應讓他去參加那場茶會，但他緊接着提出了一個要求，去的時候必須帶上他給的東西。他親手把一串項鏈掛在了蒂奧妮的脖子上，並告訴他這是他隨身帶着的護身符。現在他把這份守護正式交到了蒂奧妮手裡。蒂奧妮有些不敢相信，反覆確認這真的是給他的嗎？佐加諾肯定地點了點頭，並告訴他只要戴上這串項鏈，領地裡的人就必須對他恭恭敬敬，這在茶會上就是最好的護身符。蒂奧妮瞬間明白了，這哪裡只是一件首飾，這分明是國王在向所有人宣告，她是他唯一認可的王後。有了這個身份象徵，那些想看他笑話的人恐怕都要失望了。他握緊了胸前的項鏈，心裡很清楚，這是佐加諾在用他的方式默默替他撐腰。蒂奧妮向佐加諾鄭重道謝，帶着那份沉甸甸的守護，正式踏上了前往茶會的路。可馬車才剛駛入街道，四周的氛圍就全變了。路邊的平民指指點點，語氣裡全是嫌棄和不耐煩，他們根本不歡迎這位來自人類世界的王後，甚至覺得她的出現簡直就是在礙眼。聽着車窗外刺耳的議論，蒂奧妮心裡很清楚，外面的世界遠比宮殿裡還要冷冰冰。雖然知道自己這張臉走在街上只會招人恨，但蒂奧妮還是想親眼看看這個國家最真實的樣子。他發現人類習慣砍掉森林，去蓋起一座座冰冷的城鎮，但格威的人卻完全不同，他們選擇跟森林住在一起。這種完全不同的活法讓蒂奧妮對這裡產生了好奇，他忍不住開口問娜莎，格威還有多少像這樣規模的城鎮？娜莎沉默了一下，回答說，有是有，但真的沒幾個。看來這個神秘的國家還有太多他不知道的秘密，正等着他去揭開。娜莎正嚴肅地介紹着，格威人大多住在森林裡，自給自足，只有西邊的港口城鎮才算熱鬧。一提到熱鬧，旁邊的露露可就坐不住了，手舞足蹈地安利起那裡的堅果蛋糕，說那味道簡直好吃得不得了。看着娜莎越來越黑的臉，露露這才反應過來自己失禮了，嚇得趕緊縮回去連聲道歉。蒂奧妮卻被逗笑了，她溫柔地安慰露露，說謝謝她分享這些有趣的事，如果有機會自己也真的很想嘗嘗看。蒂奧妮還在興致勃勃地跟娜莎聊着當地的吃喝，娜莎雖然對甜食沒興趣，倒也大方分享了幾個下酒菜，可坐在一旁的露露心裡卻亂成了一團麻。她發現這位王後人太好了，跟那個可怕的梅朱亞完全不同。露露忍不住開始動搖，像這麼善良的一個人，他們真的要狠下心把他從這裡趕走嗎？還沒等他想出個答案，馬車就已經穩穩停下，目的地到了，迎接的人早就等在門口，語氣雖然客氣，但這場茶會背後的算計恐怕才剛剛要露頭。蒂奧妮在隨從的簇擁下正式踏入了這場茶會，而那個讓露露感到害怕的女人終於現身了。梅朱亞一身紅裙擋在前面，語氣裡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傲慢。她說這是兩人頭一回見面，辦這場茶會就是想跟王后陛下多親近親近。這話聽着客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分明是想給新王後一個下馬威。蒂奧妮倒也淡定，她優雅地回了一句，說很高興對方準備了這麼漂亮的地方。兩個女人之間的博弈從這一刻起才算真正拉開了序幕。梅朱亞在心裡暗暗打量着，雖然蒂奧妮的氣場真是不一般，但近距離一看，也不過就是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這種人竟然能当上王後，簡直讓梅朱亞火大到了極點。可她臉上還是掛着虛偽的笑，把蒂奧妮引向了涼亭，那裡早就坐滿了人，一個個都等着看這位新王後的笑話。梅朱亞大聲宣布茶會開始，語氣裡滿是挑釁。蒂奧妮心裡很清楚，從這一刻起，所有人都會像鷹一樣死死盯着她的一舉一動，只要她走錯一步，等待她的就是萬丈深淵。這些貴族太太們早就等着看王後的笑話，可當他們看清蒂奧妮脖子上的項鏈，風向瞬間就變了。有人認出那是佐加諾陛下親手送的禮物，這下全場都炸開了鍋，大家都在羨慕陛下有多疼她。蒂奧妮面上保持着禮貌，心裡總算鬆了口氣，看來這件禮物確實成了她最好的護身符。至少現在這些人的態度沒那麼刻薄了。蒂奧妮還在心裡感激，覺得佐加諾給的這件禮物幫他擋掉了不少麻煩。可他沒發現旁邊的梅朱亞已經快氣炸了，在梅朱亞眼裡，那串項鏈簡直就是陛下的心頭肉，現在戴在別人脖子上，怎麼看都覺得扎眼。梅朱亞放下茶杯，陰陽怪氣地開了口，他說陛下
這人就是太心軟，總不能把遠道而來的公主直接掃地出門吧？這話聽者是在誇陛下仁慈，實則是在笑話蒂奧妮，只是個靠同情才留下的累赘。梅朱亞盯着蒂奧妮，心裡想的卻是：陛下明明更喜歡強勢的女人，如果當初娶的是自己，這件寶貝根本輪不到別人來碰。面對梅朱亞的冷嘲熱諷，蒂奧妮表現得異常冷靜，她直接把話頂了回去，說這些事都聽陛下的安排，自己只要照做就行。這一招以退為進，把梅朱亞噎得半天說不出話，只能在那兒暗自咬牙。梅朱亞這才意識到，眼前這個女人遠比看起來要難對付得多，這點程度的試探根本就沒法讓她亂了陣腳。看來接下來的日子沒那麼容易打發了。梅朱亞可没打算就這麼算了，既然嘴上討不到便宜，那就要想個法子，讓蒂奧妮當眾出個大醜，好讓她認清自己的地位。她故意換上一副笑臉，招呼大家嘗嘗稀罕的甜點。梅朱亞盯着人群裡的露露，發出了最後的指令，讓她立刻動手。这下可把露露給難住了，一邊是梅朱亞的死命令，一邊是待人親切的王後，她實在不想在這個時候給蒂奧妮找麻煩。露露最後還是沒敢反抗，因為她心裡清楚，要是敢跟梅朱亞對着幹，自己的下場只會更慘。他一邊在心裡默默道歉，一邊端着盤子走上前。就在靠近蒂奧妮的一瞬間，他故意腳下一滑，整個人直接撲了出去。只聽見嘩啦一聲，那些黏糊糊的甜點全灑在了蒂奧妮昂貴的禮服上。原本高貴的王後一下子變得狼狽不堪。梅朱亞這招惡人先告狀完的真溜，他當眾嘲諷蒂奧妮，說她連個下人都管教不好，根本不配當這個第一王後。看着裙子上的污漬，蒂奧妮一下子全想通了。從梅朱亞剛才那個眼神開始，露露的舉止就變得非常反常。他記起露露的家族背景，原來這根本不是什麼意外，而是梅朱亞早就安插好的棋子。看着梅朱亞那副得意的嘴臉，蒂奧妮心裡比誰都清楚，對方費了這麼大的勁，就是為了看他現在的狼狽樣，好徹底把他拉下水。闖了禍的露露嚇得大哭，一邊抹眼淚一邊拼命道歉。娜莎趕緊蹲下身子幫忙，叮囑他別使勁蹭，免得污漬越弄越大。面對這種當眾羞辱，蒂奧妮卻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靜靜地看着這一切。這種反常的冷靜，反而讓在場的人心裡更沒底了。這本來是個絕佳的機會，蒂奧妮完全可以借題發揮，直接把露露這個小間諜給趕走，反正證據確鑿，誰也說不出什麼來。但他轉念一想，如果現在為了自保就拋棄露露，那他和那個冷酷的國王又有什麼兩樣？他沉默了片刻，最終還是做出了決定。他輕輕叫了聲露露的名字，語氣裡沒有半點責備，只是溫柔地說了一句：沒關係，誰都會犯錯的。誰也沒想到，蒂奧妮不僅沒有降罪，反而伸手護住了犯錯的露露，輕聲告訴她別太自責。露露整個人都愣住了，她原本以為自己這次死定了，只能小聲地喊着王後陛下。緊接着，蒂奧妮轉過身，面對眾人，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他說下屬犯錯是他管教不嚴，掃了大家的心，他願意為此正式道歉。這一招以退為進，直接讓等着看笑話的梅朱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蒂奧妮這一招主動擔責，效果簡直立竿見影。剛才還在看戲的貴族們風向立馬就變了，一個個開始誇他善良有勇氣。他們覺得在這種硬碰硬的國家，敢當眾道歉反而是內心強大的表現，甚至有人當場表態說要向王后陛下好好學習。眼看風頭全被搶走了，梅朱亞坐不住了，他陰陽怪氣地補了一句，說王後畢竟才剛來這兒不久，不懂這裡的規矩也是沒辦法的事。這話聽者是在幫腔，實際上是在笑話蒂奧妮，終究是個外來戶。蒂奧妮表面上客客氣氣，感謝大家的體諒，心裡總算鬆了一口氣，慶幸自己熬過了這一關。梅朱亞根本瞧不起他，覺得他一個人類憑什麼在這兒擺王後的架子，無非是仗着國王寵愛罷了。他心裡很清楚，這個女人絕對不是個簡單的對手，既然軟的不行，那就只能來硬的了。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都要把蒂奧妮從那個位置上徹底拽下來。就在茶会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莊園的高處其實一直有一雙眼睛在盯着。吉安看着下面逐漸平息的混亂，笑着說，剛才確實鬧了點小動靜，不過看王后陛下的樣子，現在應該玩得挺開心。接着他轉過身，看向那個一直躲在暗處的身影，調侃對方竟然為了這點小事就大老遠親自跑一趟。看來這位高高在上的國王佐加諾陛下心裡是真的擔心壞了。面對吉安的調侃，佐加諾並沒有反駁，他看着遠處的茶會，語氣變得嚴肅起來。他說，這麼多年一直沒立王後，不只是為了專心治理國家，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前根本沒人配得上這個位置。在他眼裡，那些為了私利就去陷害別人的女人，心術不正，根本沒資格坐上王後的寶座。這番話顯然是已經看穿了某些人的真面目。聽到佐加諾剛才那番話，吉安立刻就明白了，他趕緊替自己的妹妹梅朱亞道歉，承諾會親自盯着他，讓他以後收斂一點。但他心裡更驚訝的是，佐加諾對那個女人的在意程度簡直遠超預料。現在的蒂奧妮還不知道，獸人的視力和聽力遠比人類敏銳，他的一舉一動其實全在別人的掌控之中。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換作平時，那些貴族小姐絕不會接受一個人類，但現在有了國王的寵愛，誰也沒法再無視他的存在了。現在的局勢對梅朱亞非常不利，他只能暫時收斂鋒芒，夾着尾巴做人。但對於吉安來說，這反而是個絕佳的機會。他看着眼前的局面，心裡已經有了別的打算。尤其是看到佐加諾身上的配飾，他更加確定，這位高傲的國王已經徹底站在了人類王後這一邊。這種立場的轉變，讓原本複雜的權力遊戲變得更加有趣了。
誰能想到這個平日裡冒冒失失的小隨從，竟然當眾闖了這麼大的禍。露露嚇得魂都沒了，一回到馬車前就趕緊鞠躬認錯，甚至做好了受重罰的準備。畢竟在以前，只要出一點錯，他就會被梅朱亞罵得狗血淋頭，更別說這次他還是故意搞砸的。可他萬萬沒想到，蒂奧妮不僅沒有怪罪，反而給了他從未有過的體面。這種被溫柔對待的感覺，讓他徹底控制不住情緒，只能一個勁的道謝，心裡對這位王後算是徹底服氣了。露露還在那兒謝個不停，蒂奧妮只能無奈的讓他先冷靜下來，畢竟在這王宮裡，太招搖了可不是什麼好事。還沒等露露緩過勁兒，娜莎就冷不丁的出現在他身後，語氣嚴肅的讓人心裡發毛。他直接放話，回宮後要對露露進行正式的培訓，這下露露可有的受了。看着身邊的人都在為自己操心，蒂奧妮心裡卻很清楚，只要他還是個人類，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恐怕永遠都沒有盡頭。但他天真的以為，只要大家能試着互相理解，日子總會好起來的。但他不知道，在不遠處的山坡上，佐加諾正騎着馬，默默注視着他離開的方向。這位國王在心裡承認，最開始他根本沒把這個女人當回事，可腦海中突然閃過他那句倔強的吶喊，讓他意識到事情好像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佐加諾看着遠方，心裡其實挺感慨的。他發現蒂奧妮和剛來的時候簡直判若兩人，那個曾經只會不知所措的女人，現在正拼了命地想當好這個王後。這種改變讓佐加諾感到一種莫名的踏實。既然他已經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氣，那作為國王，他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冷眼旁觀了。為了這個女人，他必須得拿出點真本事來才行。大清早的，露露就哼着小曲跑了過來，特意為蒂奧妮準備了今天的禮服。這身衣服確實很襯她，連蒂奧妮自己都覺得這料子選的真不錯。露露開心地說：“我就知道這件最適合您了。”可旁邊的侍女們卻看愣了，她們私下小聲嘀咕：“難道人類都像蒂奧妮這樣嗎？”畢竟在這個地方，像她這樣完全不在意種族隔閡的人實在是太少見了。娜莎帶着蒂奧妮來到了守衛森嚴的皇家檔案館，這裡存放着所有她需要的答案。推開沉重的大門，眼前的景象讓蒂奧妮停下了脚步。這裡的藏書量簡直驚人，她忍不住感嘆，這規模也太誇張了。娜莎轉過頭對旁邊的露露說：“今天也是你的學習日。”剛才還在看熱鬧的露露，這下徹底傻眼了。為了弄清楚這裡的過去，蒂奧妮決定從歷史書看起，幸好還有她能看懂的通用語書籍。隨從們忙着幫她整理資料，蒂奧妮卻突然擔心起來，怕他們因為跟着自己而受委屈。露露趕緊解釋說：“現在宮裡沒人敢亂說話，全靠蒂奧妮在茶話會上的表現，大家對她的印象已經改觀了。”聽到這些，蒂奧妮總算鬆了口氣，她是真心感謝這些願意留下的人。夜已經深了，蒂奧妮獨自留在檔案館裡，還在翻看那些厚重的歷史。寂靜的走廊裡突然傳來了佐加諾的聲音，他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佐加諾走上前說：“回房間，沒找着你，原來你躲在這兒呢。”蒂奧妮趕緊停下動作，有些局促地稱呼他為陛下，解釋說自己正準備回去。誰能想到大半夜的，這位陛下竟然會親自來尋人。佐加諾並沒有責怪他，反而主動坐到了蒂奧妮身邊。他一眼就看出來，他手裡拿的是關於鬼族的歷史。蒂奧妮坦誠地告訴他，如果不先了解這個國家，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從哪入手。讀了這些書，他才發現這個民族在森林裡扎根了幾百年，雖然經歷過戰爭和內亂，但每個人都活得特別有韌勁。他由衷的感嘆，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國家。這句話顯然觸動了佐加諾，他看着蒂奧妮，語氣也變得溫柔了許多。能聽到這種評價，他心裡其實很高興。但緊接着，佐加諾的話卻透着一絲沉重。他說，為了能繼續守護這裡，有些現狀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誰能想到，堂堂一國之君佐加諾竟然會主動開口，請蒂奧妮教他關於人類的事情。他說自己經常去國外，雖然自認為對人類沒什麼偏見，但因為不了解人類的生存常態，很多時候還是會感到困惑。畢竟有些事對人類來說是常識，但對異族來說卻是完全陌生的領域。蒂奧妮聽完非常欣慰，他溫柔地回應說，只要能幫到陛下，他一定會知無不言。接下來的時間裡，佐加諾像個學生一樣問了很多，從人類的成長環境到貴族和平民的差別，甚至連飲食習慣和身體構造，他都問得非常仔細。這一晚，兩人的距離似乎又近了一步。蒂奧妮發現自己早就習慣的那些常識，對佐加諾來說卻非常新鮮。他聊得比平時還要起勁。佐加諾突然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人類的軍隊裡幾乎看不見女性的身影？蒂奧妮解釋說，人類女性的體力天生比較弱，所以在大多數國家，女性都被認為不適合上戰場。可佐加諾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他們貴族，女性同樣可以拿起刀劍戰鬥。他甚至隨口爆出了一個大料：如果有人敢進攻這座城堡，就連這裡的女僕都會變成士兵。而平時看起來溫和的娜莎，在緊急時刻竟然是統領他們的指揮官。蒂奧妮徹底聽愣了，他實在沒法想象那位女僕長拿起劍殺敵的樣子。連女僕都能戰鬥這件事，讓蒂奧妮想起了自己的祖國。當初家園被毀的時候，他的子民除了驚慌逃跑，什麼也做不了。他忍不住在想，如果當時自己能擁有這種力量，是不是就能救下更多的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覺得自己是個一無是處的弱者。在這個崇尚武力的國家，他甚至擔心自己的弱小會成為佐加諾的負擔。這種自卑感讓他陷入了沉默。就在這時，佐加諾察覺到了他的心思，他輕輕握住蒂奧妮的手，語氣堅定地告訴他，雖然他確實沒有強壯的體魄，但是他身上有一種更特別的力量，
那是能收服人心，讓所有人為之動容的高貴品質。這種力量比單純的武力要強大得多。他希望蒂奧妮能對自己更有信心，相信他身上那股獨特的力量。面對這份突如其來的溫柔，蒂奧妮輕聲回應，向這位一直支持他的陛下表達了最真摯的謝意。在祖母家族的領地裡，梅朱亞顯然已經坐不住了，他憤怒地質問吉安，是不是想讓他就此收手？在他看來，讓他把正妻的位置拱手讓給那個卑微的人類女孩，簡直是奇恥大辱。吉安趕緊出面安撫他，並不是要梅朱亞放棄，只是覺得現在的時機還不成熟，絕不能輕舉妄動。可看梅朱亞的樣子，這場針對蒂奧妮的爭鬥恐怕已經無法避免了。梅朱亞現在的壓力非常大，連身邊的隨從都在議論，說佐加諾陛下最近確實太偏愛那個新來的女人了。他心裡很清楚，如果再不想辦法反擊，別說正妻的位置，恐怕連側妃的位子都保不住。看着焦躁不安的妹妹，吉安卻顯得異常冷靜。他攔住了梅朱亞，直言現在絕不是出手的時機。梅朱亞沒好氣地反問，那他到底該怎麼辦？難道就眼睜睜看着嗎？吉安露出一絲陰冷的笑，他讓梅朱亞只需要保持現狀，剩下的髒活累活全部交給他來處理。他已經想好了幾個計劃，準備親自下場去對付那個礙眼的人類女人。聽到哥哥願意撐腰，梅朱亞這才稍微安下心來。他咬牙切齒地叮囑吉安，一定要把那個女人徹底拉下馬。吉安微笑着給出了承諾，為了心愛的妹妹，他一定會讓那個女人付出代價。梅朱亞舉起酒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哥哥身上。為了家族以後的繁榮，兩人心照不宣地碰了杯。可等吉安獨自離開後，他的心思卻完全變了。在他看來，梅朱亞想的還是太簡單了，僅僅把那個女人趕走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只要蒂奧妮還活着，陛下就永遠不會忘了她。想要徹底斷了陛下的念想，就要用更狠的手段。吉安看着窗外，腦海裡全是蒂奧妮的樣子。他不得不承認，這個人類女孩確實有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高貴氣質。就在這一刻，一個極其危險的念頭在他心裡扎了根。既然梅朱亞不想要他，那不如乾脆把這個女人變成他自己的。吉安已經不打算再等了，他心裡的那個念頭正變得越來越瘋狂。朝堂上現在亂成了一鍋粥，這幫老臣一個個叫囂着要開戰，覺得現在是先發制人的最好機會。佐加諾卻表現得很冷靜，他直接回絕了聯軍的提議。這種把勝算放在別人手裡的仗，他根本不屑去打。底下的人開始陰陽怪氣，覺得陛下是被那個新王妃迷了心竅，甚至覺得他看重女人勝過看重國家。佐加諾心裡很清楚，自從娶了蒂奧妮，這幫主戰派的怨氣是越來越重了，局面已經快要壓不住了。就在氣氛降到冰點的時候，吉安突然站了出來。他雖然表面上支持陛下的決定，但話裡話外卻又帶出了另一種危機。吉安這番話說的滴水不漏，他表面上是在為國家出謀劃策，甚至當眾表了忠心，說一切都是為了大局。佐加諾順勢穩住了局面，他很清楚現在的實力還不夠，與其跟強國硬碰硬，不如先找準自己的底牌。雖然吉安剛才幫他解了圍，但佐加諾心裡並沒有放鬆警惕，他並不想欠這個人情，更不想依賴這個男人。吉安確實是家族裡最聰明的人，短短幾年就拉攏了各方勢力，手段高明的讓人害怕。看着這個滿臉笑容的男人，佐加諾心裡只有一個疑問，他到底在籌劃什麼陰謀？蒂奧妮帶着娜莎換上便裝，偷偷來到了城裡最熱鬧的街道，想親眼看看這個國家的模樣。這裡的集市比想象中還要繁華，琳琅滿目的商品讓他看花了眼，尤其是那些花紋獨特的布料，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蒂奧妮看來，這些圖案並不只是為了好看，每一個設計背後其實都藏着當地人的信仰。有的花紋是為了吸引異性，有的則是想借用猛獸的力量，甚至連風和水都被繡在衣服上當作祈禱。在他的家鄉，衣服僅僅是用來裝扮身份的工具，但在貴國，每一件衣物都承載着靈魂。這種全新的文化衝擊，讓蒂奧妮對這個神秘的國家有了更深的期待。書上的記載終究只是文字，親眼看到這些鮮活的文化，蒂奧妮才真正感受到這個國家的魅力。他正感嘆着，身後卻突然傳來一個聲音。誰能想到，在這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吉安竟然一眼就認出了喬裝的王妃。他主動上前行禮，舉手投足間盡是優雅。吉安開口就提到了之前的茶會，說他妹妹梅朱亞在那兒闖了禍，表現得非常無禮，特意過來替妹妹賠個不是。蒂奧妮倒是一點沒計較，反而覺得對方太客氣了，畢竟在那場尷尬的聚會上，也是吉安的人幫了他。吉安笑得一臉溫柔，甚至承諾只要王妃有需要，他隨時都會提供幫助。雖然這番話聽起來很貼心，但在這種地方精準的偶遇，這個男人的心思恐怕沒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吉安不緊不慢地介紹起自己的家族，說他們經營着規模龐大的商會，只要是王妃想要的東西，無論國內國外，他都能想辦法搞到手。說着，他拿出一件精緻的髮飾，說是專門從哈魯阿暫運來的新款，想送給蒂奧妮當見面禮。看到這件禮物的瞬間，蒂奧妮愣住了，這竟然和費因茨以前讓他戴的一模一樣，那是家鄉最頂級的商店才有的貨色，普通商人根本碰不到。這說明吉安在哈魯阿贊的人脈遠比想象中還要深不可測。他不僅知道蒂奧妮的過去，甚至連他的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吉安微笑着看向他，語氣溫柔的讓人脊背發涼。他輕聲問：“王妃殿下，您一定很想念家鄉的美景吧？”面對吉安的試探，蒂奧妮表現得非常得體。他輕聲回應：“心意他領了，但既然現在她是貴國的王妃，就該努力去習慣這裡的美。”吉安聽完笑得更深了，直言能聽到王妃這麼說，作為臣民他感到非常榮幸。兩人你來我往，氣氛看似客氣，卻暗藏交鋒。
一旁的娜莎察覺到不對勁，趕緊上前提醒，說時間不早了，該繼續趕路。蒂奧尼這才順勢道別，匆匆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走在路上，蒂奧尼心裡卻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吉安這個人表現得太完美了，禮貌、優雅、滴水不漏，可越是這樣，就越讓人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麼。這種虛偽的社交辭令和他家鄉那些老狐狸簡直一模一樣。蒂奧尼很清楚，在這個陌生的國度，最危險的往往不是刀劍，而是這種帶着笑臉的溫柔陷阱。看着手中被退回的發誓，吉安臉上的笑意變得玩味起來。他原本以為蒂奧尼會毫無防備地收下這份家鄉的禮物，可他低估了這個女人的政治頭腦。如果蒂奧尼剛才點頭，就等於是在告訴所有人，他依然留戀故土，排斥現在的國家。這一招借刀殺人，竟然被他輕而易舉地化解了。吉安看着他離去的背影，不僅沒有生氣，反而覺得這個獵物越來越有意思了。這種級別的對手，才配得上他精心準備的遊戲。另一邊，蒂奧尼剛回到宮殿，活潑的露露就趕緊迎了上來，一邊行禮，一邊急匆匆地傳話。原來就在剛才，陛下佐加諾親自來過一趟，沒見到人，便留下話讓蒂奧尼回來後立刻去他的寢宮見他。蒂奧尼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新的麻煩就又找上門了。佐加諾竟然連天黑都等不及，就急匆匆地派人來傳喚。蒂奧尼心裡直打鼓，這種反常的舉動絕對不是為了什麼兒女情長。來到寢宮門口，娜莎恭敬地向裡面通報。隨着厚重的大門緩緩開啟，蒂奧尼獨自走了進去。屋裡的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佐加諾正坐在窗邊翻看卷軸，雖然他沒抬頭，但蒂奧尼能感覺到這位陛下的心情顯然糟糕透了，甚至透着一股掩飾不住的煩躁。果然，佐加諾開口的第一句話就直奔蒂奧尼的家鄉哈魯阿贊。他想知道那個國家為什麼會如此痴迷於藝術。蒂奧尼立刻意識到，這恐怕是出外交大事了。他謹慎地回答：哈魯阿贊的一切確實都在圍着藝術轉，而這背後全是因為費因茨那個男人的偏執。費因茨把個人的審美變成了國策，要求整個國家必須創造出他喜歡的美。這種極端的統治方式，正是蒂奧尼最想逃離的噩夢。在費因茨眼裡，任何一點不完美都是重罪。蒂奧尼回憶起曾經陪他看戲，僅僅因為樂師漏掉了一個音符，那個男人就會當場翻臉。對他來說，聽覺上的瑕疵簡直是種玷污，而代價就是表演者的性命。這種極端的殘暴，竟然被他冠以追求藝術的名義。費因茨甚至曾當面警告蒂奧尼，他只愛完美的東西，如果不想死，就必須讓自己變得完美無缺。在那樣的國家，每個人都活在窒息的恐懼中。聽完這些，佐加諾沉默了。他原本以為費因茨只是對蒂奧尼嚴苛，沒想到那個男人竟然連自己的子民都能如此草菅人命。看着陷入回憶無法自拔的蒂奧尼，佐加諾低聲喚了他的名字。他終於明白，這個女人逃離家鄉，到底是為了躲避什麼樣的瘋子。提起那個瘋子費因茨，蒂奧尼的身體竟然本能的在抗拒。他低聲向佐加諾道歉，那些噩夢般的過去，即便只是想起，都讓他感到窒息。佐加諾原本強硬的態度瞬間軟化，他伸手將蒂奧尼攬入懷中，語氣裡帶着少有的自責，承認是自己逼得太緊了。蒂奧尼靠在那個寬闊的胸膛上，雖然還在後怕，但他卻堅定地抬起頭。他說只要能幫到陛下，再痛苦的回憶他也願意面對。他絕不希望現在的國家重蹈家鄉的覆轍，變成那個充滿恐懼和殺戮的人間地獄。為了守護這份安寧，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佐加諾低聲喚着他的名字，這一刻他終於說出了那句謝謝。這種突如其來的溫柔，最容易讓人亂了分寸。佐加諾的眼神裡竟然藏着一絲從未見過的暖意。被這樣一個男人緊緊護在懷裡，蒂奧尼卻在心裡拼命告誡自己，千萬不能誤會，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他不斷地提醒自己，陛下現在的舉動僅僅是因為剛才那番話，讓他產生了一點點感激之情。沒錯，這只是上位者對下屬的獎賞，除了感激，絕對沒有別的意思。可他越是這樣反覆強調，就越顯得此時此刻的清醒有多麼難熬。蒂奧尼心裡始終放不下家鄉的那些往事。娜莎在一旁輕聲提醒：“王妃，有什麼不懂的，儘管問我。”蒂奧尼看着手中的刺繡，想起以前在故鄉經常陪着母親一起做這些。他指着那個神秘的圖案解釋：“這是我們家族特有的紋樣，代表着風吹過水面的波紋。在我的家鄉，每個孩子都要學會繡這個，不然送禮物的時候可就麻煩大了。”娜莎有些好奇，送個禮物而已，為什麼會惹上麻煩？露露看着刺繡感嘆：“王妃，您繡的花真漂亮，像一串串小鈴鐺一樣。”蒂奧尼輕聲回答：“這是雪百合，以前在我的家鄉到處都是。”露露聽得入了神，甚至想把它們編成花冠。可話剛說完，她卻突然低頭道歉。誰能想到，這個看起來活潑的女孩背後竟然藏着致命的軟肋。深夜的陰影裡，那個聲音冷冰冰地威脅她：“如果停掉你母親的藥，後果你是知道的。現在全家人的命都攥在露露一個人的手裡。”天還沒亮，蒂奧尼從夢中醒來，看着窗外陰沉沉的樣子，總覺得今天會有什麼事發生。他注意到床邊的桌子上莫名其妙多了一個包裹，這東西是什麼時候放進來的？就在他疑惑的時候，娜莎帶着隨從們推門而入，語氣裡透着一絲疲憊。蒂奧尼下意識伸手想要看看包裹裡裝了什麼，結果娜莎臉色一變，扯着嗓子大喊一聲：“別碰那個！”這突如其來的反應讓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娜莎一把搶過包裹，動作快得讓人反應不過來。蒂奧尼愣住了，他從沒見過娜莎這麼慌張。包裹被層層拆開，裡面竟然只是幾塊烤點心，看起來平平無奇。難道這只是誰送的禮物？
可旁邊的露露已經嚇得說不出話，屋子裡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娜莎盯着那些點心，語氣冷得像冰。竟然有人敢在王妃頭上動土，這恐怕不是惡作劇那麼簡單。蒂奧妮完全聽不懂，送點心難道也是一種挑釁？娜莎看着那包點心，語氣沉重地解釋，在咱們家鄉，把禮物放在窗台上是求愛的信號，如果誰動了這些東西，就意味着接受了對方的追求，這在皇宮裡簡直就是明目張膽的背叛。娜莎立刻下達死命令，今天看到的一切，誰也不许說出去。可紙終究包不住火，還沒到傍晚，流言蜚語就傳遍了每個角落，大家都在私下議論，那個身為人類的王妃，竟然敢給陛下戴綠帽子。娜莎看着那些竊竊私語的人，心裡咯噔一下，消息傳得這麼快，難道這一切都是有人提前設好的局？娜莎急匆匆找到佐加諾，還沒等他開口，佐加諾就先提到了那個傳聞，看來這件事鬧得比想象中還要大。娜莎趕緊解釋，蒂奧妮根本連碰都沒碰過那東西，這明顯是有人在背後推波助瀾，想借着流言把他從王位上趕下去。佐加諾坐在陰影裡，眼神變得異常冰冷，他心裡很清楚，有人正盯着蒂奧妮的位子。為了防止事態失控，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在查出幕後黑手之前，絕對不許蒂奧妮踏出房門一步。此時的蒂奧妮正獨自站在窗邊看着外面，雖然屋裡什麼都不缺，但這種被軟禁的感覺還是讓他覺得有些喘不過氣。可他心裡也明白，這看似無情的禁足令，其實是佐加諾現在唯一能保護他的办法了。原本以為禁足止是暫時的，可整整1個星期過去了，外面的情況竟然毫無進展。屋子裡的空氣像是凝固了一樣，蒂奧妮坐在佐加諾身邊，甚至不敢大聲呼吸。她能感覺到這個男人正處在爆發的邊緣。佐加諾放下茶杯，冷冷地丟下一句：“今天就到這吧。”看着他起身要走，蒂奧妮終於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她叫住了佐加諾，聲音裡帶着一絲急切：“陛下，關於那件事，您到底查到了什麼？”蒂奧妮實在不想坐以待斃，她急切地看向佐加諾，說：“只要能幫上忙，自己什麼都願意去做。”可這句話卻像是點燃了火藥桶。佐加諾猛地衝到他面前，一拳狠狠砸在了他身後的牆上，巨大的衝擊力讓蒂奧妮整個人都僵住了。兩人之間的距離近得可怕，空氣中全是危險的氣息。佐加諾壓低聲音，語氣冷得讓人發抖。他說：“現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老老實實待着，什麼都別管，也什麼都別做，這就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說完這些，佐加諾像是耗盡了所有力氣，他緩緩閉上眼。沒人知道他此刻到底在忍受什麼。佐加諾頭也不回地走在長廊上，他心裡很清楚，剛才的行為確實嚇到他了。聽完蒂奧妮說的那些話，他才意識到人類遠比他想象的要脆弱得多。他在黑暗中暗自發誓，絕對不會讓蒂奧妮受到傷害，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都要守住這個女人。可門後的蒂奧妮並不知道他的這些想法，他無力地靠着門環坐在地上，整個人顯得格外渺小。他原本以為兩人的關係終於開始一點點好轉，現在看來，那不過是他的一場幻覺。無論他怎麼努力，橫在他們中間的那道牆恐怕永遠都不會消失了。大雨下了一整夜，佐加諾獨自走在雨中，腦子裡全是蒂奧妮昨晚說的話，那種無力感讓他整個人顯得更加陰沉。而此時的蒂奧妮正對着窗外的雨幕發呆，昨晚發生的那些衝突像電影一樣在腦海裡反復播放，怎麼都甩不掉。他心裡很清楚，作為一個普通人類，這種時候老老實實待着才是最安全的。可如果真的什麼都不做，現在的局面恐怕永遠都沒有改变的那一天。就在他陷入糾結的時候，露露端着盘子走了進來，小聲地叫住了他：“王后陛下，這是我之前說過的堅果蛋糕，您嘗嘗看，希望能讓您心情好一點。”看着露露擔心的樣子，蒂奧妮勉強擠出一絲微笑，輕聲說了句：“謝謝你，既然是特意準備的，那我就吃一點吧。要是浪費了，確實挺可惜。”露露嘿嘿笑了幾聲，說：“這裡面塞滿了堅果。”可就在蒂奧妮準備接過盤子時，她突然停住了，不對勁，眼前的露露實在是太反常了。蒂奧妮故意接過盤子說：“謝謝你，聽你提過之後，我一直想嘗嘗看，眼看就要吃下去。”露露突然衝上來攔住她，大聲喊着：“陛下，這個您絕對不能吃！”蒂奧妮愣住了，果然不出所料，這東西確實有問題。露露低着頭道歉，說自己不能解釋原因。誰能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膽大包天，敢給王後的食物下藥。佐加諾看着眼前的露露，低聲問道：“娜莎已經把事情都告訴我了，就是這個女僕幹的嗎？”蒂奧妮沉默着點了點頭，氣氛壓抑到了極點。佐加諾閉上眼，冷冷地說：“不用再解釋了，結合最近發生的這些事，我大概能猜到是誰在背後搗鬼。看來某些人已經徹底坐不住了。原來這不只是投毒，對方的計劃非常陰險，先用迷藥讓蒂奧妮昏睡，再把點心放在窗台上，偽造出她接受別人求愛的假象。”佐加諾盯着眼前的女僕，語氣冰冷地命令道：“說，到底是誰指使你這麼做的？”露露低着頭，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她現在根本沒得選，因為那個幕後黑手威脅過她，只要敢泄露露一個字，她生病的母親就沒命了。佐加諾嘆了口氣，試圖給她最後一次機會：“只要你現在坦白，我只把你開除。我真正要找的是那個下命令的人。”一邊是母親的性命，一邊是嚴酷的刑罰，露露徹底陷入了絕望。露露還在糾結母親的醫藥費，如果招供了，後果她根本承擔不起。就在這時，蒂奧妮突然開口攔住了佐加諾，她說：“露露卻識騙了我，但在最後關頭，她還是選擇站出來保護我。如果沒有露露的提醒，這次暗算可能就要成了，所以請務必寬恕她。”佐加諾有些不解，難道就這麼算了？如果不揪出幕後黑手，以後這種事只會越來越多。
蒂奧尼卻異常冷靜，他說：“現在去抓人，只會讓王後收受禮物的流言傳得更兇。比起抓到兇手，現在保住名聲才是最重要的。”這番話一出，局面徹底陷入了僵持。蒂奧尼心裡很清楚，這個國家的人還沒徹底認可他這個王後。如果現在因為下藥的事鬧起來，國民的信任會瞬間崩塌。到時候躲在暗處的費因茨絕對會趁虛而入。佐加諾沉默了很久，他不得不承認蒂奧尼是對的，於是開口問道：“那你打算怎麼辦？”蒂奧尼眼神堅定，一字一句地說：“我有一個主意。”幾天之後，事情果然發生了轉機。宮廷裡的流言傳得飛快，大家都在私下議論，聽說王後在外面有了追求者。就在這時，劉美突然出現在人群中，她壓低聲音說：“關於王後的傳聞，我這兒有第一手消息。”路人們趕緊湊了過來，劉美一臉神秘地告訴大家：“那個傳聞確實是真的，但真相跟你們想的完全不一樣。其實，在婚禮之前，王後在森林裡救過一個孩子，那個孩子為了表示感謝，才特意送來了這份禮物。至於陛下為什麼沒生氣，是因為他不忍心拒絕一個孩子的心意，才特意准許王後收下的。”這番話一出，原本難聽的醜聞瞬間變成了王後善良的證據。這招以毒攻毒，簡直絕了！路人們果然信了這套說辭，紛紛感嘆：原來只是個孩子的謝禮，難怪禮物送得這麼奇怪。最激動的還是露露，死裡逃生之後，他恨不得把整座宮殿都擦一遍，一邊幹活一邊嚷嚷着，一定要把這裡弄得閃閃發亮。蒂奧尼看着心疼，勸他沒必要這麼拼命，可露露根本停不下來。在他心裡，王後不僅救了他的命，更沒有因為他犯錯就拋棄他，這份恩情他這輩子都還不完。蒂奧尼拉住露露的手，輕聲問他是不是還在擔心母親的病。他主動提出可以讓宮廷醫生去幫忙看看，因為他也希望露露的家人能平平安安。露露聽到這些話，整個人都愣住了。她怎麼也沒想到，高高在上的王後竟然會關心一個隨從的家事。這一刻，露露在心裡暗暗發誓，一定要把宮殿擦得一塵不染，讓這裡成為全境最亮眼的地方。她大聲宣布，從今往後要全心全意侍奉蒂奧尼大人。蒂奧尼看着他這副幹勁十足的樣子，忍不住笑出了聲，輕聲向他道謝。看來這次危機反而讓蒂奧尼收穫了一個最忠誠的幫手。劉美向陛下匯報說，禮物風波已經平息，大家都相信了那個孩子的謊言。佐加諾聽完陷入了沉思，這種用溫情掩蓋陰謀的手段確實出乎他的意料。他想起蒂奧尼，心裡有些觸動。明明不管這些閒事會更輕鬆，他卻偏要為了這個國家去冒險。娜莎在一旁有些擔心，問陛下是不是真的要放過露露，畢竟那個女僕差點闖了大禍。佐加諾決定順了蒂奧尼的心意，讓露露繼續留下來，但他特意交代娜莎必須時刻盯着那個女孩，因為他已經查清楚了，露露是祖母家族的遠親，而那個家族一直把蒂奧尼當成眼中釘。佐加諾心裡暗暗發誓，無論那些人耍什麼手段，他都絕不會讓蒂奧尼從王後的寶座上跌落。與此同時，吉安正獨自走在長廊裡，他聽說了那個孩子送禮的傳聞，忍不住冷笑一聲，覺得這個借口找得還挺像那麼回事。但他心裡很清楚，這次的計劃已經徹底失敗了，對方不僅化解了危機，甚至把所有陰謀的痕跡都抹除得乾乾淨淨。吉安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按照陛下的脾氣，那個犯錯的女僕爵不可能活命，可現在露露竟然平安無事。他停下腳步，遠遠地看着正在和隨從說笑的蒂奧尼，一個讓他脊背發涼的想法冒了出來。難道說那個在背後操縱全局，親手毀掉他所有計劃的人，竟然是這位王后陛下嗎？吉安在心裡暗暗發狠，早知道蒂奧尼這麼難對付，當初就該直接在他的飯裡下毒，讓他和那個女僕的母親一個下場。雖然這一局他輸了，但他並不打算收手，反而覺得這種有挑戰性的獵物才更有趣。他發誓早晚要親手毀掉這一切。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哈魯阿贊王國，費因茨正看着手中的情報，他有些意外，沒想到蒂奧尼竟然真的搞定了那位獸人王，甚至還坐穩了王後的位子。在他看來，獸人全是一群粗魯的野蠻人，蒂奧尼在那邊肯定每天都過得生不如死。可他哪裡知道，現在的蒂奧尼早就不是那個任人擺布的棋子了。費因茨發出一陣冷笑，他覺得現在的蒂奧尼肯定每天都在以淚洗面，一邊摸着臉上的傷疤，一邊絕望地詛咒他的名字。一想到那張漂亮的臉蛋因為屈辱而變得扭曲，他就興奮得停不下來，甚至覺得帶傷的蒂奧尼反而更迷人了。他已經想好了，等到了下一次建國祭，他要親手送出一份邀請函，把這位王后請回來。隨從急匆匆跑來報告說，費因茨那家伙送了封信過來。佐加諾差開信一瞧，臉色頓時沉了下去。對方竟然邀請他和蒂奧尼一起去參加什麼建國祭，這不明擺着是場鴻門宴嗎？想想蒂奧尼背後的那些傷，他在那個地方到底受過多少非人的折磨？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根本就沒把他當人看。如果這次真的帶他回去，蒂奧尼絕對會再次陷入危險。佐加諾猛地攥緊了信紙，這種鬼地方他只想一個人去闖，絕不能讓蒂奧尼再回去受苦。可蒂奧尼還是看到了，他輕聲問：“是費因茨送來的請帖嗎？”佐加諾一句話也沒說，只是死死按住他的肩膀，仿佛只要他一鬆手，眼前的女人就會被黑暗吞沒。佐加諾斷然拒絕，他絕不同意讓蒂奧尼去冒險。可蒂奧尼卻搖了搖頭，說如果不去，對方就會以此為借口破壞和平。他心裡很清楚，費因茨就是想看他的笑話，想看他在獸人王國過得有多慘。那個男人的惡毒，沒人比他更了解。如果只要被嘲笑幾句就能換來兩國的安穩，那他寧願去承受這一切。蒂奧尼看向佐加諾，語氣裡
帶着不容置疑的堅定。這一次，他必須親自去面對那個噩夢。蒂奧尼直視着佐加諾，請求他帶自己一起回哈魯阿贊，那個曾經讓他遍體鱗傷的地方。佐加諾欲言又止，他實在不忍心讓他再次涉險。可蒂奧尼卻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更是為了整個國家的未來。一直以來，人類對獸人只有恐懼和偏見，而這次建國祭正是向各國權貴展示實力的最好機會。他要讓那些自大的家伙看看這個國家到底有多迷人。只有現在播下改變的種子，才能換來其他國家真正的尊重。這一步雖然凶險，但他已經做好了徹底扭轉局面的準備。佐加諾看着眼前的女人，他意識到蒂奧尼遠比他想象的更堅強，他已經徹底下定了決心，要以王後的身份去面對一切。佐加諾終於鬆了口，他輕輕握住蒂奧尼的手說：“好，我們一起去。”聽到這句話，蒂奧尼總算鬆了一口氣。雖然嘴上說着要堅強，可一想到要再次面對費因茨，他心裡其實怕得要命。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縮，既然坐上了王後的位子，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要為了這個國家撐下去。看着眼前的男人，蒂奧尼在心裡默默發誓，這次冒險也是為了能幫到佐加諾。到了第二天，整個王宮突然變得雞飛狗跳，侍從們抱着大疊的衣服跑來跑去，原來是蒂奧尼在為出訪做準備。這下可把周圍的獸人看傻了，他們完全搞不懂，堂堂一個王後為什麼要親自去幹這些女僕的活。在他們眼裡，人類的規矩實在是太奇怪了。不過看着蒂奧尼忙碌的身影，大家也只能趕緊跟上去幫忙，畢竟這次出遠門可不僅僅是換件衣服那麼簡單。看着眼前這些華麗的禮服，蒂奧尼總算鬆了一口氣。這些衣服的做工非常精細，無論穿哪一件去參加盛宴，都不會在其他國家面前丟了面子。可當他翻看佐加諾的衣服時，卻發現全都是沉悶的深色系。一旁的侍從趕緊解釋說，這是為了彰顯陛下的威嚴，畢竟在那種場合，如果氣勢上輸了，那可就全盤皆輸了。蒂奧尼聽完卻陷入了沉思，威嚴固然重要，可他記得佐加諾穿白色禮服時同樣非常有魅力。這些深色衣服看起來太壓抑了，他想讓佐加諾展現出更溫和的一面，於是他轉過頭問侍從，能不能找一些顏色亮一點的衣服。他心裡很清楚，這次去哈魯阿贊不僅要展示力量，更要展示這個國家不為人知的柔情。聽到蒂奧尼要給陛下換亮色的衣服，露露整個人都愣住了。畢竟在大家的印象裡，佐加諾一直都是一身黑。不過既然王后發話了，侍從們趕緊跑去準備。等佐加諾換上新衣服走出來，蒂奧尼忍不住誇讚，這些顏色真的很適合他。佐加諾卻有點納悶，為什麼非要換掉以前那些深色的？蒂奧尼笑着解釋說，陛下長得實在是太有威懾力了，如果再穿得黑壓壓的一片，走在外面會把人嚇跑的。這次去參加慶典，不僅要展現國王的威嚴，更要讓人覺得好接近才行。亮一點的顏色正好能中和掉他身上那股凶狠勁。佐加諾聽完若有所思，他顯然沒想過，原來自己在別人眼裡竟然是這種感覺。在哈魯阿贊那個地方，外表就是國家的臉面。以前費因此總是把蒂奧尼推出去，讓他像個漂亮的木偶一樣，到處顯擺自己的本事和地位。可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蒂奧尼是真心想幫佐加諾。他看着眼前的男人，總覺得哪裡還差點意思。佐加諾虛心請教，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蒂奧尼猶豫了一下，還是伸出手輕輕撫平了他緊皺的眉頭。他說，不用刻意去假笑，但最好別總是拉着一張臉，不然大家只會覺得他太凶，根本不敢靠近。佐加諾這下徹底愣住了，他以前故意裝得這麼凶，是為了不讓別人瞧不起自己，結果到頭來竟然是弄巧成拙了嗎？看着這一幕，旁邊的侍從們都看呆了，誰能想到竟然有人敢直接上手去改陛下的臉色？佐加諾獨自陷入了反思，以前他滿腦子都是獸人那一套，總覺得只有強硬和威嚴才能代表一個國家的實力，現在看來這種想法確實有點太死板了。他站在遠處看着蒂奧尼，當初他還在擔心這個人類王后會是個麻煩，可現在蒂奧尼已經成了國家不可或缺的力量。看着他和侍從們打成一片，那種發自內心的幹勁讓佐加諾有些動容。他不是在應付差事，而是真的想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種充滿活力的樣子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出訪哈魯阿贊的消息一傳出來，梅朱亞整個人都坐不住了。他萬萬沒想到，陛下竟然打算在那種場合正式宣布那個女人的王后身份。旁邊的店主還在隨聲附和說，現在還有很多百姓不認同人類，但這根本安慰不了梅朱亞。他心裡很清楚，一旦蒂奧尼在這次出訪中立了功，局面就徹底沒法挽回了。到時候大家對人類王後的態度都會轉變，蒂奧尼會像扎了根一樣穩穩地坐在那個位子上，這才是梅朱亞最害怕看到的。他越想越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普通人類，憑什麼在獸人的國度指手畫腳，甚至還想當這裡的女主人？梅朱亞一言不發地轉身離開，只留下店主在身後一臉懵。他死死盯着遠方，心裡全是不甘和怨恨。那個卑微的人類根本不配站在陛下身邊，那個位置原本應該是屬於他的。梅朱亞這輩子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坐上那個王後的位子，這是他從小就被灌輸的使命。可這種壓力快要把他逼瘋了。看着記憶裡母親那副嚴厲的嘴臉，梅朱亞心裡全是恐懼。她害怕自己再這樣下去，會變得和母親一模一樣，變成一個被執念折磨得瘋瘋癲癲的怪物。她在心裡瘋狂吶喊，絕不走母親的老路。那種淒慘又醜陋的人生，她一天也不想過。就在她快要崩潰的時候，吉安突然出現在身後，輕聲喚着她的名字。吉安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樣子，關心地問她
到底怎麼了？可現在的梅珠亞根本聽不進任何安慰，他猛地轉過身，衝着吉安大吼，埋怨他的計劃出了差錯，才讓那個女人鑽了空子。吉安聽完並沒有反駁，反而冷靜地承認，確實是他低估了對手。在他看來，蒂奧妮雖然表面上看着單純，實際上心思縝密，根本找不到任何破綻，但他向梅珠亞保證，只要再給他一點時間，他一定會讓那個女人徹底消失。吉安眼神裡透着一股狠勁，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擋在妹妹通往王座的路上。为了讓梅珠亞拿回屬於他的東西，他什麼都做得出來。梅珠亞被哥哥嚴肅的樣子嚇到了，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哥哥露出這種勢在必得的神情。既然哥哥已經表了態，他也只能選擇相信。吉安已經想好了下一步，他認為上次失敗是因為沒摸清底細，作為商會首領，他絕不允許自己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他已經打點好了一切，準備帶梅珠亞一起加入這次出訪。他負責在明面上處理生意，而梅珠亞的任務就是死死盯着那個王後。兄妹倆已經達成共識，這一趟出訪旅程注定不會太平了，又要回到那個鬼地方了。費因茨肯定覺得我會像個喪家之犬一樣，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他想看我痛苦，想看我徹底崩潰，但他這次絕對算錯了。我不會再任由他擺布，更不會落入他的圈套。露露在身後叮囑，一定要平安回來。蒂奧妮輕聲回應，放心吧，我現在就出發。隨從們還在擔心，怕這一趟會出什麼意外。蒂奧妮只能在心裡祈禱，希望一切都能順利。馬車裡的佐加諾早就察覺到了他的到來，蒂奧妮低聲致歉，打擾了，陛下。佐加諾看着眼前的女人，心裡很清楚，他根本不想回到這個地方，但為了國家，他還是選擇了妥協。既然他決定要履行王後的職責，那我就一定會保護好他，絕對不會讓那些舊傷口再次被撕開。出發的時間到了，梅珠亞早就等在裡面，他輕聲喊着哥哥的名字。其實吉安更想一個人行動，這樣梅珠亞就能留在後方，幫他處理更多麻煩。但梅珠亞根本不放心，萬一你在邊境再次倒下，那該怎麼辦？吉安還在盤算着，只要新藥的解藥能研制成功，就能換來數不盡的財富和權力。梅珠亞聽不下去了，直接開口警告他：你從小身體就弱，千萬別在這個節骨眼上逞強。他還故意補了一句：我可不是在擔心你，我只是想親眼看看那個女人到底有什麼弱點。吉安笑了笑，沒再反駁，只說了一句：那就拜託你了。車隊在荒原上疾馳，娜莎匯報：陛下，我們馬上就要到邊境了。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娜莎遞過來一件面罩，讓大家趕緊換上，她讓蒂奧妮也趕緊戴上。蒂奧妮雖然照做了，但心裡還是納悶，好端端的為什麼要遮住臉？佐加諾耐心地解釋說，這一帶的邊境非常危險，空氣裡經常會散發出一種特殊氣體，這種氣體對人類來說是劇毒，就算是身體強壯的獸人吸入之後也會受不了。這其實是天然的屏障，能防止人類輕易入侵。雖然現在還沒看到煙霧，但為了保險起見，路過這裡必須全程戴着口罩。而且這也是一種戰術，只要我們一直帶着，人類的偵察兵就永遠摸不清這毒氣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佐加諾接着補充，毒氣的排放其實跟天氣和季節都有關。一旁的露露聽得一愣一愣的，直呼自己以前根本沒聽說過。佐加諾轉頭就開始訓話，這在領地裡可是常識，等回去了必須得給你們好好補補課。蒂奧妮坐在一旁，心裡卻泛起了漣漪，他沒想到佐加諾會把這麼重要的秘密告訴他。看着眼前的這幾個人，他第一次開始期待，如果他們真的把自己當成了一家人，那該有多幸福。為了守護這份難得的信任，他暗暗下定了決心，絕對不能拖大家的後腿。不管那個費因茨待會兒要怎麼刁難，只要能保全大局，他什麼都能忍受。馬車緩緩駛入哈魯阿贊王國的城堡，這裡依舊金碧輝煌，卻讓蒂奧妮感到一陣窒息。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然還有重新踏入這裡的一天。守衛在前面帶路，把他們引向專門準備的寢殿。還沒等大家坐下喘口氣，守衛就傳達了費因茨的命令，請陛下立刻前往大廳集合。佐加諾應了一聲，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那股壓抑的氣氛讓身後的隨從們都不敢出聲。蒂奧妮站在房間門口，整個人都僵住了。眼前的陳設雖然華麗，但他一眼就認了出來，這裡就是他曾經被鞭打受刑的地方。回到這個充滿痛苦回憶的地方，蒂奧妮只覺得渾身不自在，那種無形的壓迫感讓他幾乎快要喘不過氣來。身邊的露露察覺到了異樣，趕緊小聲詢問他的情況。蒂奧妮擺了擺手，推說自己只是趕路太累了。娜莎也過來幫忙，引導他先去旁邊的位子坐下休息。就在這時，佐加諾突然叫住了他，他語氣溫柔地叮囑蒂奧妮，千萬不要勉強自己，你能願意陪我回到這裡，就已經幫了大忙了。蒂奧妮輕聲向他道謝，看着這個男人細心的樣子，心裡稍微踏實了一些。佐加諾臨走前特意交代隨從們要寸步不離，一定要照顧好蒂奧妮，隨後才轉身走向那扇充滿未知的門。露露顯得特別興奮，一邊念叨着要準備晚宴的禮服，一邊打包票說一定要讓蒂奧妮成為全場最美的人。蒂奧妮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只是溫柔地笑了笑，把一切都交給了他去打理。蒂奧妮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以前，在那段黑暗的日子裡，從來沒有人會這樣真心實意地為他着想。那時候他的衣服全由費因茨說了算，侍女們只能戰戰兢兢地聽命行事，根本沒人在乎他到底喜不喜歡。只要費因茨覺得衣服不合心意，他就會立刻翻臉，甚至會把那些無辜的侍女直接關進地牢。對他來說，蒂奧妮不過是一個用來裝扮的人偶，如果人偶穿得不好看，那負責打扮的人就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光是想起那些往事，就讓蒂奧妮感到無比壓抑，但他
不斷提醒自己，現在絕不能示弱，否則在那個男人面前，他會徹底崩潰。就在這時，房門突然被人推開了，守在門口的露露顯然被嚇了一跳，她結結巴巴的想要攔住來人，強調這裡是王後的私人寢殿。蒂奧尼察覺到氣氛不對，剛想開口詢問，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就傳了進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的心尖上。還沒等他反應過來，那個噩夢般的身影已經大搖大擺地走到了面前。費因茨嘴角帶着一絲冷笑，語氣裡滿是挑釁。他說：“好久不見了，蒂奧尼，這下麻煩了，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而且偏偏選在這個時候，故意把各國使臣晾在大廳，專門跑過來，就是為了看笑話嗎？冷靜點，局面還沒到無法挽回的地步，該做的事一點都沒變。”費因茨笑着說：“看你過得這麼好，我真是太高興了。”蒂奧尼客氣的回應：“陛下親自登門，作為格威的王後，我真是受寵若驚。”費因茨盯着他，這跟他預想的完全不一樣，事情有點不對勁。本以為他被送去受人領地，肯定整天生不如死，結果現在看這架勢，他竟然半點都沒服軟。費因茨冷笑着說：“差點忘了，你這人最擅長忍氣吞聲，別再這種沒用的掙扎了。現在的你一定每天都在痛苦裡熬着吧？”蒂奧尼平靜地開口：“陛下，我是作為格威名正言順的王後才站在這裡的，為了不辱沒這個身份，我所做的一切怎麼能說是可憐的掙扎？”費因茨冷哼一聲，看來那個只會聽話的人偶公主跟野蠻人待久了，也學會怎麼頂嘴了。別死撐了，你現在這副樣子，不過是在虛張聲勢吧？他轉身離開，丟下一句：“還有客人在等我，我們走着瞧。”送走了不速之客，蒂奧尼嘆了口氣，心裡還是放不下。1個小時後，佐加諾推門進來：“蒂奧尼，我回來了。”看到陛下回來，露露一下子慌了神，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話。佐加諾察覺到氣氛不對，盯着他問：“出什麼事了？”娜莎趕緊穩住露露，讓她冷靜點。露露終於憋不住了，大聲喊了出來：“剛才哈魯阿贊的那位王來過了。”佐加諾急匆匆趕到：“蒂奧尼，你沒事吧？”蒂奧尼輕聲回答：“我沒事，只是打了個招呼而已。”佐加諾心裡全明白了，難怪剛才開會的時候他會被故意晾在一邊。那個費因茨竟然一刻都等不及，非要盯着蒂奧尼不放。佐加諾握住他的手，語氣變得冰冷：“敢對我的王後不敬，就是在打我整個國家的臉。”他看着蒂奧尼，一字一句的承諾：“不管發生什麼，我一定會保護好你。”蒂奧尼看着眼前的男人，輕聲喚着他的名字：“佐加諾陛下。”以前在哈魯阿贊的時候，從來沒人拉過他一把，那種孤立無援的日子，他再也不想回去了。但現在不一樣了，謝謝你，佐加諾，有他在身邊。蒂奧尼覺得心裡好受多了，那種被保護的感覺真的很溫暖。一旁的露露卻突然跪了下來，不停的道歉，覺得自己太沒用了，剛才什麼忙都沒幫上。蒂奧尼溫柔的拉住他：“別再道歉了，只要你沒受傷，我就放心了。這件事不怪你，千萬別放在心上。”奈莎提醒大家，接下來的事情才是重頭戲。蒂奧尼點了點頭，吩咐他們去準備一套禮服，一定要最華麗的那種，要把哈魯阿贊的美女全比下去。娜莎和露露立刻領命，他們知道這一仗絕對不能輸。哈魯阿贊的建國祭典正式開始，整個會場金碧輝煌，到處都是讚嘆聲。費因茨站在高處，看着眼前的景象，眉頭卻皺了起來。這跟他聽到的傳聞完全不一樣，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他露出了這種表情？誰能想到，被拋棄後的蒂奧尼竟然比以前還要光彩照人？費因茨躲在暗處，心裡全是想不通。明明他臉上已經留了疤，為什麼反而更美了？看着他挽着佐加諾的手，費因茨氣得不行，這局面完全脫離了他的掌控。而另一邊的蒂奧尼早就成了全場的焦點，貴族們圍着他讚不絕口，都被他身上那件披肩給迷住了。蒂奧尼大方地介紹說：“這些花紋代表着我們國家每個家族的傳承，是大家共同守護的驕傲。”這一番話不僅展現了他的美貌，更讓所有人記住了他的國家。看來傳聞真的不可信。賓客們親眼見到蒂奧尼後，全都被格威的文化折服了，甚至有人當場表示要把這種風格帶回自己的國家，這可是最高規格的讚美。佐加諾在遠處默默看着，心裡總算鬆了一口氣。現在的蒂奧尼眼神裡透着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都在他的計劃之中。正因為他是人類，這些貴族才更願意放下戒備，去接近他，進而了解那個神秘的格威。即便是在這種鬼地方，他依然優雅的讓人移不開眼。佐加諾看着他的背影，心裡只有一個念頭：能有這樣的王後，是整個格威的驕傲。佐加諾還沒站穩，一群貴族就圍了上來，一個個點頭哈腰的，非要耽誤他一點時間聊聊。佐加諾心裡很清楚，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想結交，只是在硬着頭皮套近乎。看着這些虛偽的面孔，他總覺得哪裡不對勁，一種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遠處的蒂奧尼也愣住了，他發現佐加諾那邊氣氛似乎變得有些詭異，這群人到底想幹什麼？真正的麻煩恐怕馬上就要來了。事情不對勁，蒂奧尼心裡咯噔一下，他趕緊跟身邊的賓客打了個招呼，想找個借口先是陪一下。可還沒等他走遠，一只手突然從鞋子裡伸出來，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蒂奧尼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整個人就被一股蠻力拽了過去。是費因茨，他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把蒂奧尼強行帶離了会場。這下麻煩大了，誰也不知道他要把蒂奧尼帶去哪。費因茨把蒂奧尼死死困在牆角，面對質問，他竟然理直氣壯地說：“蒂奧尼從頭到尾都是他的私有物，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在他眼裡簡直天經地義。”費因茨一邊擺弄着他的長髮，一邊用那種讓人發毛的語氣命令他必須回到他身邊。
看着蒂奧妮還在猶豫，他直接甩出了最後的殺手鐧。如果不聽話，他家鄉的那些百姓可就要遭殃了。這已經不是在谈條件，而是赤裸裸的威脅。蒂奧妮現在根本无路可退。蒂奧妮沒有被嚇住，他冷冷地反問：“費因茨陛下，您不是最看重美感嗎？現在竟然要找回丟掉的東西，難道是在承認您以前看走眼了？”這番話直接戳中了對方的痛處，局面一下子僵住了。費因茨開始自我懷疑了，難道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不可能，他的審美絕對不會出錯。從小到大，他都被要求必須完美，無論是學習還是藝術，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瑕疵，因為只有完美的東西才配叫美。可諷刺的是，他在戰爭中弄瞎了眼睛，從那一刻起，他自己就成了那個有缺陷的殘次品。費因茨無法接受現在的自己，身體在走下坡路，眼睛也瞎了一隻，這種不完美讓他感到窒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他瘋狂收集各種完美的東西，而蒂奧妮曾是他手裡最得意的一件藏品。可誰能想到，這件藝術品的臉上竟然多了道疤，在他眼裡，這簡直是弄髒了這份美感。他最討厭的就是殘次品，所以當初才毫不留心地把它丟掉。可結果呢？他現在竟然又想把這個玩偶搶回來。費因茨徹底失去了耐心，他冷笑着讓蒂奧妮別再做夢。在他眼裡，這個女人從來就不是什麼女王，而是一個隨他擺布的玩偶。他絕不允許有人違抗自己的意志。就在他伸手強行抓向蒂奧妮，想要把她帶走的時候，一只手突然從旁邊伸出來，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力道大的讓他根本無法動彈。誰也沒想到，佐加諾竟然在這個時候趕到了。兩個男人之間的火藥味瞬間拉滿。佐加諾這下是當面打臉，他語氣強硬地告訴費因茨，不管蒂奧妮以前是什麼身份，現在她就是這裡的王後，誰也別想動她一根頭髮。他一邊死死按住對方，一邊把話挑明了說：“你們送來的物資我收下了，但蒂奧妮是國家的寶藏，絕對不可能還給你。”費因茨這下徹底沒話說了，只能咬着牙往後退。雖然佐加諾心裡清楚得罪這個男人可能會引來戰爭，但在這一刻，他選擇死死護住身後的女人。被佐加諾這樣護在懷裡，蒂奧妮發現自己竟然心跳加速，這種被保護的感覺讓他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覺得這對自己來說可不是個好兆頭。而另一邊的費因茨雖然被攔住了，但他腦子裡已經想出了更毒的計策。他覺得佐加諾簡直蠢透了，竟然為了一個人類女人去挑戰獸人的底線。在他看來，只要佐加諾繼續寵愛這個人類女王，獸人內部的仇恨遲早會徹底爆發，到時候根本不用他動手，佐加諾的王位就會坐不穩。想到這裡，費因茨立刻換上了一副虛偽的面孔，他笑着向佐加諾道歉，甚至還大言不慚地提議要讓人類和獸人永遠友好相處。這副笑裡藏刀的模樣才是他最危險的地方。真正的博弈現在才剛剛拉開序幕，費因茨現在連裝都不想裝了，他甚至沒打算為剛才的冒犯道歉，還以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在股掌之間。佐加諾看在眼裡，心裡卻比誰都清楚。他面無表情地伸出手，和這個虛偽的男人握手言和，嘴上說着為了友誼，實際上誰也不會向誰低頭。直到兩人回到房間，一直強撐着的蒂奧妮身體突然支撐不住，直接癱軟了下去。這下可把周圍的人嚇壞了。娜莎和露露趕緊衝上來幫忙，佐加諾更是急得不行。蒂奧妮擺了擺手，說自己只是剛才太緊張了，現在安全了。那根緊繃的弦一下子斷了而已。雖然他嘴上說着沒事，但剛才那種死裡逃生的壓迫感，恐怕還沒那麼容易消散。看着虛弱的蒂奧妮，佐加諾二話不說，直接把她抱了起來。他輕聲叮囑：“別再勉強自己了。”蒂奧妮顯然沒反應過來，只能愣愣的小聲致謝。旁邊的娜莎和露露也非常識趣，趕緊找個借口溜出去拿水，把空間留給這兩個人。回到床邊，佐加諾細心的為他蓋好被子。這個平日裡強悍的男人，此刻眼神裡全是心疼。他低聲道歉，責怪自己沒能早點趕過去。聽到這句話，蒂奧妮終於說出了真心話。他說自己當時真的嚇壞了，但只要看到佐加諾出現，所有的恐懼就全都消失了。這一場風波過後，兩人的心反而貼得更近了。蒂奧妮覺得很不可思議，明明剛才還怕得要命，可現在只要待在佐加諾身邊，那些恐懼感竟然全都不見了。佐加諾沉默着，他輕輕呼喚着蒂奧妮的名字，手不由自主地撫過她的長髮。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氣氛也變得有些曖昧。可就在這關鍵時刻，佐加諾卻在心裡提醒自己，現在的相處只是為了應付外人，他絕对不能趁人之危。他強行壓抑住內心的衝動，鬆開手退後了一步，叮囑蒂奧妮早點休息，隨後便轉身走向了窗邊。看着他離去的背影，蒂奧妮心裡也有些複雜。果然和他想的一樣，這個男人終究還是選擇了克制。蒂奧妮還在心裡安慰自己，覺得只要佐加諾願意保護她，哪怕只是名義上的王後也足夠了。可他不知道，此時的宴會大廳裡，所有人都在對他指手畫腳。那些貴族表面上在誇他的衣服，背地裡卻在瘋狂嚼舌根。他們嘲諷蒂奧妮是所謂的人偶公主，甚至惡意揣測她是被人拋棄了才去勾引獸人。這些話聽起來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梅朱亞冷眼看着這一切，他發現這些人類根本不在乎國家，只想通過羞辱一個女人來找樂子。但更讓他警覺的是，他的哥哥吉安此時竟然正和費因茨私下交談，這兩個人湊在一起，絕對沒安什麼好心。